那荒岛在海边能捡到什么？垃圾、衣物，怎么还有女明星？荒野求生重度爱好者赵四本来是要坐飞机去参加荒野求生的活动，没成想遇到飞机失事掉进海里。幸运的是他被海浪冲上了沙滩，这下真的要荒野求生了。这个海岛植物还挺旺盛，吃的倒是不愁。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和水了。赵四此时除了紧张还有莫名的小激动，学了那么多的荒野求生知识，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容器，接下来的日子用来装水。得趁天黑之前生篝火，还不清楚岛上的具体情况。飞机就在岛屿不远处坠落，赵四把冲上了海岸的东西全都捡了回来。这些垃圾在荒岛上总会有用途的。怎么都是飞机上的东西，其他的是一点也没有啊？怎么贝爷几乎每一次荒岛求生都能找到塑料容器？赵四刚刚捡到的，除了几根安全带和矿泉水，没什么用得上的东西。算了，收集来的矿泉水应该够喝几天了，再搜集一些其他东西。海水已经有了涨潮的迹象，不快点搜集就全都得被卷回大海里。找到我的行李箱就好，里面的东西可比这些破烂有用。赵四刚走2步瞳孔猛然收缩，不远处的海滩有个女人被海浪送了上来。死的活的！赵四连忙走到女人身边，要是还活着就有可以说话的人了。啊，这不是王冰冰吗？赵四的眼睛都瞪大了，眼前躺着的人正是当红女明星王冰冰，比电视上看到的还要漂亮。赵四上下打量着王冰冰，她五官精美清纯，给人一种邻家小妹的感觉，身上各处都透露着天然美。你可别就这么嘎了呀！赵四说着，捏住了王冰冰的鼻子，开始进行人工呼吸，右双手按在王冰冰胸前用力往下压，不断重复着这个过程。只不过努力了很久，王冰冰的身体依然没有反应。哎，这么漂亮，可惜了。赵四看着诱人的王冰冰，一套动作下来，他感觉心里痒痒的。虽然他不写日记，但以前夜晚无聊的时候，他也会拉上窗帘，拿上纸巾，偷偷摸摸一个人观看些小电影。现在这么漂亮的一个大明星就在自己旁边，周围暂时也没其他人，心中不免生了些邪念。想啥呢？再不正经也不能做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太无耻了。嗨，还是把你埋了吧。他刚走没几步，怀里的王冰冰突然剧烈咳嗽起来。你是谁？你要干什么？臭流氓，放开我！我打算挖个坑，把你埋了。王冰冰听到这话，当即把赵四当成了先奸后杀的坏人，惊恐的大叫挣扎。哎呀呀，你别乱动，我站不稳了。流氓，滚你奶奶的，老子不抱你了。赵四直接松开了双手，在沙滩上王冰冰也不会被摔太狠，但是她作为当红的女明星，何时受过这种委屈？你混蛋，你不是个男人，你欺负女人。闭嘴！第一，我不叫流氓，我叫赵四。第二，我不是强奸犯，我们乘坐的飞机失事了，我以为你死了。第三，如果你再叫我强奸犯，我一定让你看看什么是强奸犯。说完，赵四也不搭理王冰冰走开了。他想趁天黑前再搜点物资，而王冰冰在听完赵四的话后愣住了，脑海涌出飞机失事的记忆。原来我真的误会他了。可是就算是误会他，他凭什么吼我？他就不是个男人。太阳可真晒。本想站到树下躲太阳的王冰冰，突然感到一只脚传来剧痛，低头一看是崴着了。恰巧这个时候，赵四又找到一些东西，挑拣出有用的拿布包了起来，正往自己临时搭建的住所运送。王冰冰见状哀求：“喂，我脚崴了，帮我一下呗。”赵四淡淡瞥了一眼，并没有答应。喂，你别走啊，我给你钱。你是不是还不清楚现在的情况？你钱往哪儿使呢？我请问，这女明星在电视里不挺聪明的吗？现实居然这么无脑，而且这胸也不大啊。闻言，王冰冰愣了一下，看了一眼荒凉的岛屿。是的，在这荒岛上，所有人趋之若鹜的金钱还不如一瓶水。你要怎么才肯帮我呀？王冰冰看着要哭出来了，她现在不像是在演戏，是真的感觉孤立无助。赵四还是心软了，他毕竟不是钢铁直男，做不出来对王冰冰不管不顾的事。再说一次，我不叫魏，我叫赵四。上来吧。你可不准对我有非分之想。呵呵，你胸不大，想得倒挺美。不上来我可走了，可不能浪费太多时间，趁着还有体力得快点搭建出一个安全的住处。我上还不行吗？王冰冰相信赵四一定会扔下他，他艰难地爬到了赵四背上。赵四站起来，拿起布包向自己的住处走。虽说是住处，其实也只是距离海滩有些远的2棵树。赵四把捡到的衣服做成了吊床的模样。赵四放下王冰冰，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得先去找一些干柴生火。赵四刚刚站起来，王冰冰就连忙拉住了他。你要去哪？这里可是荒岛，黑灯瞎火的，要是他不在的多吓人啊！我去找干柴生火。那你别走太远，我害怕。好，赵四冷淡地回应着，就朝着林子里走。他花时间找到一些干柴和一些软绵绵的引火物，这才往回走。赵四离开后，王冰冰突然感觉脸上痒痒的，他摸了一把，发现自己脸上有好些细小的颗粒，捏了一点放在嘴里。咸的，应该是海水。天啊，我得赶紧洗把脸，海水可伤皮肤了。幸好这里有矿泉水。王冰冰毫不犹豫拧开一瓶没开盖的往脸上倒。往回走的赵四听到水流声，竟看到王冰冰用她的淡水洗脸，一股怒火从心里升起。
赵四快步走了过去，一把夺下王冰冰手上的瓶子，把快要见底的矿泉水全部喝掉，怒视着王冰冰。供出去供得远远的。我怎么了？大姐，你到底清不清楚我们现在在荒岛上啊？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荒岛上淡水是最重要的？王冰冰摇头，其实她现在心里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但是拉不下脸来承认。现在都还不清楚这座岛是什么情况，你就浪费掉整整一瓶水。要是找不到淡水这一瓶，足够我们2个喝上2天。赵四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荒岛的淡水资源极少，有些荒岛甚至没有。依靠蒸馏海水得到的淡水，也远无法支撑2个人消耗。要是运气好，遇到下雨天气，也能收集到不少的淡水。但是我可不想把活下去的希望寄托于概率。知道了，你凶什么凶吗？我是个女孩子，你就不能让着我点吗？你们女人不是天天叫嚷着男人能干的事情，你们也能干吗？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让着你？你明天没水喝了。赵四懒得再吵，把找来的干柴和引火物往营地转移。他找来一些石头围成圈，快速转动着木棒，开始钻木取火。可是现实中手动钻木取火还是太困难了，下方的木棒传出焦味和烟，就是没有火星。终于有点火星了。努力了有半个小时，赵四感觉手都疼了，他连忙把火星倒在引火物上，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吹气。引火物上浓烟冒出，冒着一簇火光窜了出来。赵四来不及高兴，赶紧把引火物放到捡来的干柴上，干柴燃烧起来，他才松了一口气。哇塞，你也太厉害了吧，竟然真的成功了。这个女明星还真是大条，都告诉她明天没水喝了，竟然一点都不犯愁。你还是先考虑你明天喝什么吧。你不会真的不打算给我水喝吧？我听说荒岛上都有椰子树，摘一些椰子不就可以了吗？你知道椰子树有多高吗？椰子树普遍都在7、8米高，相当于3层楼。你能徒手爬这么高吗？不能，但你这么厉害，难道不能爬吗？能是能，但很危险。如果我不留神摔下来，咱们2个都受伤的情况根本无法生存下来。淡水和食物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身体状态好的时候都解决不了淡水和食物的问题，虚弱的情况下更加不可能完成了。好吧。王冰冰委屈的想哭，她的眼泪还没掉下来，赵四就朝着她扔了一张毯子。晚上岛上很冷，盖着点别着凉了。谢谢你。赵四也没那么钢铁直男吗？你现在脚腕受伤已经是个累赘了，要是再着凉的话，我可不想一边荒岛求生，一边还要照顾病人。谢就不用了，你照看好火堆，别让火灭掉就可以了。要是火灭了，明天就你钻木取火。你让我站岗，我可是大明星，还是个受了伤的女人。明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养精蓄锐。而且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着火堆。说完，赵四也不搭理王冰冰，闭上眼睛休息了。算了，看看周围什么情况，醒醒神吧。原本熟睡的赵四骤然睁开双眸，看向王冰冰。即使在黑暗中，他脸蛋上惊惧的神色也尤为显眼。怎么回事？尸体。尸体。赵四闻言一怔，顺着王冰冰指着的方向走了过去。果然在草丛里有个一动不动的人。这个人如果还活着，在荒岛上生存下去的几率就更大了。居然是个女人，还有呼吸，没有溺水，应该是其他原因昏迷的。怎么样？王冰冰站在几米开外，并不敢靠近。还活着，但很虚弱，先把她带到火堆旁吧。能不能活下来，就看天意了。要是突然死了怎么办？怪吓人的，要不然……想要在荒岛上生存，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好吧。王冰冰闻言只能走上前去，打算搭把手。她一走近，看清了女人的脸，不由发出一声惊呼：小云，是小云。小云是谁？她叫刘云，是我的私人助理。先抬过去吧。赵四不太感兴趣，招呼着王冰冰来抬刘云。2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刘云抬到火堆旁，靠近火堆。刘云的呼吸逐渐强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醒来。平时也不知道少吃一点，累死我了。这姑娘1.6米的个头，体重也就90斤左右。这王冰冰估计就是照顾住有种主子照顾佣人的落差感。把小云抬回来，把我给累坏了，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你的意思是让我守夜？你是个男人。当然不行，我守夜的话，明天你去找食物吗？别让火灭了，要不然明天找到食物也只能生吃。赵四说完就闭上眼准备休息。钢铁直男，活该单身一辈子。现在他俩一个受伤一个昏迷，只有我有完整的行动力，但是体力已经开始下降了，怜香惜玉在求生面前一文不值。赵四想着，快速让自己进入了睡眠。睡得还不错，差不多能有80%的行动力，趁着有体力，今天一定得找到食物。赵四第一件事就是去检查火堆，庆幸的是王冰冰把火堆照顾得不错，而他正一只手撑着脑袋昏昏欲睡。我休息好了，你去休息吧。我还没睡醒吗？他今天说话怎么这么温柔？算了，不管了，终于能休息了。
好。王冰冰应了一声，刚要躺下，又突然警惕地看向正在撕衣服的赵四。你不会趁着我睡着对我做什么吧？赵四闻言一怔，他撕衣服是准备编根绳子来捕猎，不过他动作只停了一下就继续工作了。你想多了，我干嘛把体力和精力浪费在你身上？但是你如果实在是想要，可以自助。你不要脸，我睡觉了。赵四并不搭理王冰冰，把绳子编好了才嘱咐他。照顾好你的助理，我去找吃的东西。说着他就往荒岛的森林里走去。如果能找到水源就好了，这样不仅能解决淡水的问题，很多小动物也会去饮水。到时候在水源附近布置陷阱，说不定还可以改善伙食。不过可惜的是他找了好久都没能找到，只能改变思路，在小动物穿过的路径上布置简易的陷阱。只依靠这些陷阱捕捉成功的概率太低了，防止饿肚子得再找点其他食物。先找点枝条编点工具，去海边看看能不能捕到鱼吧。没有匕首就做不了鱼叉。爱与被爱，命运叫人释怀。这次我不想逃。赵四只能依靠枝条和布条做网兜，却没成想在寻找枝条途中发现了意外之喜。棕榈树，棕榈树的内心吃了能够补充碳水。水，我要水。正在熟睡的王冰冰突然被惊醒，她循声看了过去，是马云正在虚弱的呼唤着。水来了。他连忙拿出半瓶赵四存放起来的水，拧开瓶盖，小心翼翼地把水喂给马云。原本虚弱的马云感受到水的流动，抓住矿泉水瓶子，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哎呀，你慢点。那半瓶水不多时就被马云喝了个精光，而他人喝完水又陷入了昏迷。倒是给我留一点啊。王冰冰拿过矿泉水瓶朝下倒了倒，一滴也没有了。好想喝水，赵四这个衰仔，出去前居然还把矿泉水数了一遍，这么对我，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渴死了，饿死了，也不知道赵四能不能带回来吃的东西。直到这一刻，他才完全意识到自己在荒野求生，在大都市他需要抵挡美食的诱惑，而现在能够吃上一口食物就不错了。这时赵四走了回来，手上还抱着很多的东西。找到什么吃的了？是棕榈树的内心。赵四把内心递给王冰冰，见他一脸疑惑，补充道：吃了能够填饱肚子，补充碳水。赵四说完，拿着一根内心大口咬了下去，开始用力咀嚼。这棕榈树内心的味道也太寡淡，要不是太饿，谁会吃这种东西？但王冰冰见赵四吃的津津有味，也满满一大口咬了下去，嚼了没两口就满脸嫌弃的吐了出来。这什么味道？太难吃了吧？味道确实就是这样。我不要吃这个，还有没有其他吃的东西？大明星，现在咱们是在荒岛上，能有吃的东西就不错了，你还要挑三拣四。赵四有些无语。要不是团体在荒岛活下来的希望更大，他以后还说不定能帮上忙。我真不想管这个娇生惯养的女明星。烦死了！荒岛怎么了？我以前看漫脚上的荒岛求生，人家随随便便就能在大海边抓到龙虾、帝王蟹。咱们是在大海上抓条鱼，应该不难吧？哎，你他娘的！赵四闻言嗤之以鼻。我服了爸爸，居然真的有人相信那么假的视频，而且现在就在我面前，还是个大明星。赵四实在是忍不住问：你们当明星，是不是不需要脑啊？对。王冰冰一时没反应过来，好一会儿才明白赵四在骂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说谁没脑子呢？赵四环顾了一圈四周，就是你啊，就你。除了你和这个昏迷的助理，周围还有其他人吗？你凭什么说我没脑子？要是没证据，你打算发律师函给我，告我诽谤？那你发律师函之前，先找到一个律师吧。听到赵四的话，王冰冰当场就泄气了。在这个荒岛上，怕是找出来第4个人都困难。再者说，因为某三子迷信现在的人已经不太把律师函当回事了。反正我不是没脑子。那要不然你去海边看看能不能抓到龙虾和帝王蟹。你别得意，要不是我脚受伤了，一定能抓到。赵四当场就无语了。得，合着说了这么多，他还没明白自己看的短视频都是假的。帝王蟹属于深海蟹类，一般都生存在海底850米左右，就算涨潮也不可能被冲上岸的。850米的深度。如此明说，王冰冰终于明白自己被骗了。谢谢你，要不然我还在做蒙古人。谢就不用了，我帮你也是有私心的，在荒岛上生存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可能性。我可真担心你相信那些脑残短视频，把自己坑死了，到时候就少一个人了。咱们好歹也是共患难了，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那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如果你的真话都只是打击我，我宁愿你说假话。赵四愣了愣，很认真地看着王冰冰说：你真聪明。王冰冰气得更厉害了，朝着棕榈树内心狠狠地咬了下去，仿佛咬的是赵四。这时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下的马云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接着缓缓睁开了眼睛。小云，太好了，你终于醒了。马云目前还处于懵逼状态，脑袋里乱糟糟的。冰冰，这是哪啊？咱们飞机出事了，现在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上。不过还好咱俩都没事。飞机失事，荒岛。马云听完王冰冰的话愣住了，但他只是呆滞了一会儿就接受了这个现实，这让赵四有些意外。这姑娘看上去怯怯懦懦的，居然没有惊慌失措，内心还挺强大的。小云，你说会不会有人来救我们？
正常情况下，飞机失联几个小时后，航空公司就会安排救援。那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这样说救援队很快就能找到我们了。赵四和马云听了直接说不出话来。刚刚马云说的只是航空公司的操作流程，有很多失事的飞机好几年才能被找到，最快也要几十天。他竟然幻想着救援队能很快找到我们。你没事吧？赵四懒得再和这个大聪明解释，看向马云开口：既然你已经醒了，接下来你也要做事了。你还有没有人性啊？小云刚醒你就让他干活。我们剩下的淡水就这些，3个人喝你认为能坚持几天？救援队很快就来了。那你有十足的把握，救援队能在我们渴死前找到我们吗？王冰冰一下子没了底气，因为他也不确定。这位先生，丁丁不是这个意思，有什么工作尽管安排给我们。马云见王冰冰被对得哑口无言，连忙接话：现在你们有2个任务，一是找淡水，2是要找搭建房子的材料。要是还有多的时间，你们就去沙滩没有遮挡的地方摆出 SOS 的图案。我们的工作好多啊，你做什么？我的工作就一个，就是保证我们不会饿死。赵四言罢，玩味的看向王冰冰。当然，如果你能捡到龙虾和帝王蟹，我可以做你们的工作。烦死了！等到下午太阳没那么毒辣了，赵四准备出去继续寻找食物。虽然棕榈树内锌可以解决饥饿，但长期不吃肉缺少蛋白质会乏力浮肿，得搞到一些能够补充蛋白质的东西。别忘记我交代你们的任务。赵四担心王冰冰不把任务当回事，临走的时候又提醒了一句：知道了。王冰冰嘟着嘴满脸幽怨，低声嘀咕：真不是个男人。我们2个女性，一个受伤，一个刚刚从鬼门关醒来，他怎么忍心让我们干这么多活的？赵四自然听到了王冰冰的抱怨。现在活下来才是重中之重，我的做法是否欠发妥当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赵四再次进入森林去检查陷阱，结果陷阱甚至都没有被触发，只能去找些枝条编点捕鱼的工具了。赵四作为一个荒野求生爱好者，工具构造和编织技巧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就按地笼结构来编吧。地笼结构是由一个类似于漏斗的通道和一个严密的牢笼组成，通道入口很大，出口很狭窄，鱼虾或者螃蟹一旦进入基本上不可能出去。终于做好了。这2天除了棕榈树内锌，几乎没吃任何东西，太饿了。赵四苦笑着揉了揉肚子，要是再不吃点东西，体力会大幅度下降，生存会愈加困难。天快黑了，只能明天再去捕鱼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补充体力，先去看看陷阱有没有捕到猎物。赵四把编好的捕鱼工具扔在地上，就去检查陷阱了。求菩萨保佑我俩。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就在赵四不抱希望往第4个陷阱走的时候，那边突然传来滋滋的叫声。有猎物！好运来，祝你好运来！赵四脸上的沮丧一扫而光，快步走上前查看，是一只有10多厘米的老鼠。赵四越靠近它，它挣扎的越厉害，不停发出滋滋的叫声。可惜它的力量太小，根本挣脱不了。嘿嘿，别害怕，今天晚上就吃了你。赵四笑得像痴汉，不敢保证这老鼠身上有没有病毒，那就只好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赵四拎起老鼠掂了掂重量，这能吃的部分都不如一根鸡腿多，别说我们3个人，就是我一个也是不够吃的。趁着天还没完全黑下来，还是再去弄些棕榈树内锌吧。就在他走了一半时，前面横着一棵倒下的枯树。赵四在原地愣了几秒，忽然双目闪烁出金芒。这枯树看起来只是根枯树，但它就是根枯树。不过这枯树可是蛋白质丰富的很。赵四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到枯树跟前狠狠砸了下去，砸掉了枯树腐朽的表皮。赵四连忙伸手去摸，不一会儿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手上多了一只爆浆虫。爆浆虫是天牛的幼虫，蛋白质含量很丰富。当初为了训练野外求生能力，我还专门买过这种虫子，不过也是洗干净用油炸着吃的。想到那咯嘣脆的口感，赵四的肚子再次叫了起来。看着手中白白胖胖不断扭动的爆浆虫，赵四突然有种吃下去的冲动。他捏着爆浆虫快要送进嘴巴的时候，又停了下来。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啊？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才行。赵四把刚刚的爆浆虫收起来，继续在枯树上试图找到更多。没一会儿功夫，他就挖出来了几十条。今天晚上会有一顿丰盛的晚餐。怎么还不回来？我快要饿死了。王冰冰守在火堆旁，肚子不争气的发出叫声。又渴又饿，我全身上下都没力气，难怪赵四总把保存体力挂在嘴边。冰冰，喝点水吧。马云拧开一瓶矿泉水，递到王冰冰跟前。王冰冰直勾勾盯着矿泉水，不停地咽口水，迟疑片刻摇头。还是算了吧，那个家伙把这些水盯得很紧，喝一点都会被他发现的。没事的，我已经想到怎么获取保证我们3人饮用的淡水了。真的吗？小云，你也太厉害了。王冰冰闻言，激动地接过矿泉水喝了起来，直接一口气全部喝光了。这水真好喝。那是因为你渴了。就在这时，赵四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王冰冰闻声下意识把空的矿泉水瓶藏在身后。别藏了，我刚刚都看到了。赵四从黑暗中走出来，瞥了眼王冰冰。罚你1天不准喝水，是想让你珍惜淡水。现在看来有效果，允许你喝水。王冰冰不服气的冷哼一声，
赵四笑笑没说什么，把用不做的包袱扔在地上。你们都饿了吧？这是今天找到的食物，收拾一下就可以吃了。王冰冰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听到有食物连忙跑上前打开包袱。这是什么东西？软软的，还会动。火光太暗，王冰冰看不清楚包袱内是什么东西，就伸手抠了出来。当她看清手上的爆浆虫时，尖叫着扔开跑出去老远。赵四你个混蛋，这就是你找到的食物？要不然呢？赵四走上前把爆浆虫捡了起来。这是天牛幼虫，富含的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今天就算我王冰冰饿死，也绝对不会吃这虫子一口。赵四闻言把老鼠拿了出来。不吃虫子的话，就只能吃这个了。这个营养价值也不错。王冰冰看到老鼠，眼睛中已经不只有恐惧了，还有恶心。你就不能找点正常点的食物吗？不是虫子就是老鼠，这怎么吃？不吃你就饿着吧。亏我还想着好东西要分享。既然如此，那就饿着吧，不惯着。赵四准备开始处理老鼠。爆浆虫吃的是木头，不需要洗，用树枝串起来烤就可以了。我来帮你吧。这时马云走上前，主动承担串爆浆虫的活。赵四有些意外。你不害怕？怎么不怕？马云拿着爆浆虫的手都在颤抖，尽量稳定情绪。但我们现在能有这些吃已经不错了。你比某些人强多了，他都还认不清现在的情况。赵四说这些话的时候，故意看向王冰冰。王冰冰恶狠狠地瞪了回去，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人都吃不下这些东西，冰冰不吃很正常。反倒是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求生的技巧和常识？我是一个荒野求生爱好者。两个人一边处理食材，一边聊天。最先烤的爆浆虫已经熟了，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这对饥肠辘辘的三人来说，具有致命的诱惑。赵四想了想，难得绅士一次，把那只烤好的爆浆虫递给马云。这只烤好了，先给你吧。谢谢。马云迟疑了下，接过烤熟的爆浆虫，但他没有自己吃，而是来到王冰冰跟前。冰冰，你先吃。我不吃。虽然他现在很饿，也确实被爆浆虫的香味吸引了，但一想到要吃虫子，还是过不了心里的坎。继续劝说冰冰的话，他大概率不会吃，还会逆反。想着，马云把烤好的爆浆虫插在王冰冰面前的地上，就回到了火堆前。再给你一个吧。谢谢你。马云接过爆浆虫，却没有直接吃。就算他表现得再不当回事，内心估计还是没办法一下子接受吃虫子。于是赵四拿起一只烤好的爆浆虫，毫不犹豫塞进了嘴里。爆浆虫表皮被烤焦，咀嚼会发出脆脆的声音，嘎嘣脆，味道很不错。你们快试试吧。赵四表现出美味的样子，试图让两人接受。事实上，爆浆虫并不美味，没有任何佐料，根本不可能好吃。马云做着心理建设，犹犹豫豫地把爆浆虫往嘴里塞，咀嚼了几口后，他看向王冰冰。冰冰，味道真的不错，你尝一尝吧。王冰冰看着吃得津津有味的两人，饥饿感愈加强烈。在犹豫了片刻后，他终于鼓足勇气把爆浆虫拿在了手里，闭着眼睛塞进嘴里，用力咬下去。虽然没有他俩说的那么好吃，但也没那么难吃嘛。赵四和马云见状都露出了笑容。对了，找水源和建造房子的材料结果如何？王冰冰低头吃东西，直接装作没听见，因为他们一个都没有完成。水源没有找到，不过我有办法从海水中获取足够我们三人饮用的淡水。不光如此，我还会提取海盐，虽然无法跟以前吃的食盐相比，但长期食用还是没问题的。你怎么从海水中获取淡水？依靠蒸馏？只靠蒸馏获取的淡水可不够我们三人喝吧？赵四自然知道蒸发海水获取淡水这个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效率太低了。用传统的蒸馏方式自然不够，但我说的办法是通过烧水的方式获得水蒸气。马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赵四听完大概明白了。这是个不错的办法，的确能够解决我们饮用水的问题。海水蒸发后留下来的就是海盐，粗盐短期吃没问题，长期吃可对身体不好。能够食用的海盐都是加工后的精盐，更何况自从小日子往海里排了核污水，海盐还能不能吃是另一回事。这个大可放心，我有办法提纯海盐。你会提纯海盐？赵四很是意外，因为连他都不会。小云可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提纯海盐对他来说都是小意思。王冰冰见赵四被自己的助理惊讶到，当即显摆起来。赵四不由多看了一眼马云。厉害吧？厉害。那搭建住所的材料，你们有眉目吗？没有，我们搜了很大一片区域，没有找到适合建造住所的材料。小云，你是不是搞错了？咱们下午不是见到很多的树吗？不可以拿来搭建住所吗？暂时行不通。难道你是担心破坏环境？确实，上次剧组有人忘记收垃圾，都被网爆了。要是我破坏环境，还不得被骂死？王冰冰越说越觉得自己说的没错。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我们现在是在荒岛流浪，能不能活下来都成问题，谁关心我们破坏环境啊？既然不是因为环境，那因为什么？我们没有伐木工具啊，这位美丽的小姐，我们现在连把水果刀都没有，不然我为什么让你们去找搭建住所的材料，而不是直接砍伐树木？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王冰冰明白过来后，目光看向马云。我对荒野求生的知识了解不多，这种情况下我也没办法。你呢？王冰冰又看向赵四。我能想到3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用火把树烧成一段段的，但是掌控不好会引起森林大火。第二个办法去找适合打磨成石器的石头，不过石器容易损坏，想要搭建好住所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第三个办法就是找到飞机残骸，残骸中一定有金属，
问题是我们不清楚残骸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忙了很久后无功而返。这3个办法，你想选哪个？第二个，打磨石器。第一个办法太冒险，第3个办法要看运气。我也赞同第2个办法。我看咱们也别这么麻烦了，不是说再过2天就有救援吗？即便已经在荒岛上待了2天，王冰冰还依然认为短时间内就会有救援。算了，说实话怕他会崩溃，人在绝境下最好保持乐观心态。那你等吧，我吃饱了。赵四觉得有些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睡觉去了。王冰冰看到赵四离开，做了个嫌弃的鬼脸。臭钢铁直男就知道对我，小云你怎么不帮我？马云没有立刻回答，先是目光看向赵四的方向。我们现在迷失在荒岛上，只依靠我们2个是无法活下去的，还需要他的帮衬。凭什么离开他就活不了？其他不说，如果没有他，咱们能找到吃的东西吗？王冰冰犹豫片刻，缓缓摇头。虽然他心中不服气，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不光是食物，荒岛上还有很多未知的危险，有他在也能保护我们。好吧。休息了一夜，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接下来只要不出意外，完全能够在荒岛上长久生活。小云，你太厉害了，竟然真的从海水中获取了淡水。淡水。原本还有些睡意的赵四瞬间清醒过来，这都是很简单的原理。这样一天能获取多少淡水？突如其来的声音把王冰冰吓了一跳。不清楚，我也是第一次做，不过应该够我们喝了。这就够了，够喝就行。我们始终还是要找淡水水源。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布置一下任务。马云，你就负责淡水以及食盐吧。赵四又看向王冰冰，你的任务跟昨天一样，寻找水源和建造住所的材料。这样的任务不适合我，我的腿还没完全好呢，海岛上路都没有。我昨天出去一趟，身上被划出好些伤痕，还没有防晒霜，皮肤都变差了。我以后还怎么在娱乐圈混？那你还能干什么活？我觉得蒸馏海水很适合我。你还是省省吧，这么重要的工作能交给你做吗？让我相信王冰冰能干好这个工作，我宁愿相信国足能拿世界第1。你就是对我有偏见，我总比你靠谱吧？昨天你带回来的不是虫子就是老鼠，这算食物吗？没让你喝西北风就不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昨天的虫子和杰瑞你也吃了不少吧？王冰冰脸一红，我那是饿了。这样吧，今天你好好完成任务，我给你带鱼回来。你能抓到鱼？昨天我做了一个捕鱼工具，应该能抓到。你慢一点，等等我啊。树林中，王冰冰看着甩了自己10多米的赵四，不满地喊了一声。走在前面的赵四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边回答：咱俩的任务很重，不可能慢下来，要不然怎么说是养尊处优的大明星呢？说荒岛太危险要我陪着，现在好了，我不仅要负责找食物，还要找水源和建造材料。知道了。王冰冰晕晕地应着，脚下快步赶上赵四。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先查看我布置的陷阱有没有抓到猎物，接着再去抓一些爆浆虫。你不是说晚上不吃爆浆虫了吗？昨天晚上他太饿了才会忍不住吃爆浆虫，但吃饱了后又觉得恶心，一夜都在懊恼。爆浆虫这次不是抓来吃的，等会儿捕鱼的时候要用来充当饵料。王冰冰明显松了一口气，紧接着赵四带着王冰冰检查了布置的陷阱，陷阱倒是都被触发了，但是一只猎物都没有。两人又找到一棵枯树，收集捕鱼需要的爆浆虫，然后赵四就带着王冰冰去找做好的捕鱼工具。这玩意儿能抓到鱼？能不能抓到鱼我不清楚，但总比在海边捡到帝王蟹靠谱。你觉得呢？我觉得你等会儿抓鱼的时候会被淹死。被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去抓鱼了，还是去挖爆浆虫吃吧。赵四故意扔下捕鱼工具，转身就要回去。王冰冰急了，他比吉吉国王还急，一把拉住赵四。刚刚只是跟你开玩笑，你别当真，咱们还是去抓鱼吧。好的不灵坏的灵，以防万一，我还是不冒险了。你怎么才愿意去抓鱼呀？你发个毒誓。行。王冰冰咬紧牙关，我发誓，赵四抓鱼不会被淹死，否则我就陪他一起死。别介啊！赵四连忙拦住了王冰冰。你活着就已经够烦的了，还要我死了都不得安生，没有你这么折磨人的。赵四，你混蛋！走了，去抓鱼。赵四把王冰冰拿捏得死死的，一句话就让他暂时安静下来。带着王冰冰，赵四沿着海岸线找了好久，找到一处遍布礁石的角落。这里的礁石围成一个圈，面向大海的位置有个缺口，大海里的鱼可以从缺口游进圈里，久而久之就聚集了不少的鱼。赵四选好位置后，找来一块脑袋大小的石头，把爆浆虫被捏爆了出来的内脏涂在石头上，又把石头放进捕鱼工具后，缓缓沉进海水里。捕鱼工具进入海水的那一刻，石头上的内脏扩散开来，立刻就吸引了不少的鱼。围在捕鱼工具周围的鱼吞噬完扩散出去的内脏，开始本能找内脏更多的入口，想进到捕鱼工具里去。你快看，有一条鱼进去了，快拉上来，今天有鱼吃了。赵四却不慌不忙，你别着急，捕鱼工具就先放这里，等回营地的时候再来收我，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说着赵四就转身离开。王冰冰撇撇嘴跟了上去。还是找水源吗？是，但是我们还要制作石器，尽快建造好住所。住所主要是防自然侵害和消除对荒野的恐惧，要是遇到恶劣天气还没建造好就麻烦了。这些任务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吧？是，就算一切顺利也要好几天时间。我是个明星，要是天天被太阳晒，皮肤会变差的。赵四，你能不能帮帮我？
惊慌之下，王冰冰的声音瞬间变得嗲嗲的，大大的眼睛带着崇拜和求助，扑闪着看向赵四。如果是以前，赵四肯定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但经过2日的接触，他已经有了一定抵抗力。此时的王冰冰在他看来，非但不惹他怜惜，反而让他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别发嗲，我害怕。你真是服了这个钢铁直男了。算了算了，还要让他别让我天天出来找东西呢。赵四哥哥，你说这话人家会伤心的，你就帮人家吗？麻痹，滚！赵四忍着骂人的冲动，义正言辞说：咱们现在沦落荒岛了，生存都成问题，你就别在意自己的皮肤了。言罢，他不给王冰冰再开口的机会，脚下快速离开。王冰冰看着逃一般离开的赵四，呆滞在原地片刻，而后伸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脸，第一次怀疑起来自己的容貌。为什么他看上去很嫌弃我？难道是我不够漂亮？不对，我怎么可能不漂亮？他也承认过我很漂亮。既然不是我的问题，那么就是他的问题了。难道他不喜欢女人？王冰冰一脸茅塞顿开的欣喜，无比坚信自己的猜想。没错，他喜欢男人。出赵四喜欢男人这个结论，王冰冰一脸八卦的朝着赵四追去。姐妹，不对，赵四，你等等我，咱俩好好聊聊，我突然想多了解一下你。只是他追不上赵四，但追到一半，赵四突然停了下来。总算是追上你了，你就不能慢一点吗？你怎么了？怎么不走了？赵四转过身，脸上表情带着兴奋。椰子树，我们找到了椰子树。椰子树。王冰冰的目光顺着赵四指着的方向看去，看到零零散散几棵高大的椰子树，上面还挂着一个个椰子。然而王冰冰却没有很高兴。可有椰子树也没用啊，你之前不是说不会冒险爬树摘椰子？赵四闻言一怔，有些尴尬。当时说不愿意摘椰子，主要是不愿意浪费体力找椰子树。谁能想到现在瞎猫碰上死耗子给遇到了？当然不是摘了，椰子熟透了会自己掉下来，我们去捡那些掉落下来的椰子就可以了。那还等什么？咱们赶快去捡椰子啊！说完他也不等赵四，朝着那几棵椰子树跑了过去。赵四见状连忙跟了上去。这冒失鬼，走散迷路了就麻烦了。两人还没到椰子树下，就看到地面躺着的椰子零零散散加起来差不多能有10多个。这个是我的，这个也是我的。王冰冰捡起一个椰子，看也不看就去捡另外的，不过连续捡了3个后他就拿不下了，急得原地跺脚。赵四看起来就悠闲多了，他找了一个品相不错的椰子，走到一旁的岩石前翻了下去，椰子顷刻间便裂开了一个口子，汁水止不住的流出来。赵四连忙对准裂开的部位喝起来，一口气就喝完了一个椰子的汁水。王冰冰转头看到这一幕，瞬间脸鼓成河豚。赵四，现在是吃的时候吗？赶快来帮忙捡椰子。怎么？你担心被帝王蟹爬上来捡走？王冰冰闻言脸一红，尴尬的能用脚趾头抠出8柄梦幻城堡。他干脆也学着赵四的模样，捡出一个椰子，狠狠摔在岩石上，连续砸了6、7次后，才勉强让椰子裂开一个口子。他连忙捧着开始喝。真美味啊！喝完的椰子不要扔掉，里面的椰肉还有用。赵四说着，就把自己手上的椰子再次用力摔在岩石上，摔了3次才让椰子裂成2半。赵四把雪白的椰肉摸在了自己脸上。你在干什么？椰子油是天然的防晒霜，抹上就不用担心被晒伤了。尊都假都，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听说过什么？王冰冰一阵沉默。来到荒岛后，我才发现我的常识确实是太匮乏了。我相信你，但是他力气太小，反复10多次，胳膊都砸酸了，椰子依然没有被破开。我来。赵四实在不忍心椰子遭受如此酷刑，从王冰冰手上拿过椰子，用力摔向岩石，瞬间椰子就裂得差不多了。赵四再顺着裂口用力一掰。你力气好大啊！男人的力气本来就大一些，你们女人需要抹的部位有点多，我不方便在现场。你涂吧，我去把椰子收集到一起。王冰冰看着走开的赵四，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别以为你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我就不知道你喜欢男人了。小样，我看透你了，装什么装？他拿起椰子来到灌木丛后面，开始往身上涂椰子油。这边走开的赵四并不清楚自己在王冰冰眼中已经是个同性恋了。他走开是为了避嫌，毕竟他也是血气方刚的男人，万一把持不住做出出格的事情，那可就是失去人性了。赵四刚把椰子收集到一起，那边就响起王冰冰惊恐的呼喊声：赵四，你快来救我，这里有怪物！怪物！赵四脑海中浮现出无数个问号。荒岛上怎么可能有怪物？但是他的脚下却丝毫不敢停留，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就朝着王冰冰的方向跑了过去。赵四快速来到王冰冰所在的灌木丛，但是除了王冰冰，他并没有看到什么怪物。怪物呢？赵四心跳得很快，注意着周围的动静。怪物进入灌木丛了，还抢走了我的椰子。赵四闻言一怔，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怪物不吃人吃素啊？那怪物长什么样子？没看到全貌，只看到一个很大的巨鳌，太吓人了。赵四听到王冰冰的描述，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一种生物，来不及跟王冰冰解释，就朝着怪物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你干什么去？王冰冰被赵四的举动吓了一跳。你别去招惹怪物啊，咱们赶快回营地吧。就在王冰冰不知所措的时候，赵四的身影又折返了回来，他手中抓着一只半米长的生物。你刚刚见到的是不是它？就是它。这不是怪物，是椰子蟹。
我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过，没想到原来它长这个样子。你抓它干什么？当然是拿来吃了。说着，赵四用带来的绳子把椰子蟹结结实实的绑了起来。绑完，他看向王冰冰。行了，咱们……话还没说完，赵四一双眼睛死死盯着王冰冰。王冰冰疑惑的顺着赵四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猛然反应过来，眼下他还没穿好衣服。臭流氓，你赶快转过去啊！搞得谁想看呀？赵四嘴上说着不稀罕，转身就开始深呼吸。不得不承认，王冰冰身材很不错，再加上精致的五官。我穿好了。走吧，咱们去收捕鱼工具，收了回营地。这就回去，不继续完成任务了。马上就要到中午了，容易中暑，还得吃点东西恢复体力。行，那就回去吧。王冰冰其实根本不在乎什么理由，一开始他就不想出来，现在能回营地他求之不得。两人走到海岸边收捕鱼工具时，发现里面已经有5条鱼了，虽然个头都不是很大，但足够他们大吃一顿了。赵四收完鱼又补充了饵料，重新把捕鱼工具放进海水后，两人这才一起回营地。而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马云一直没有闲着，光是淡水就获取了3瓶，淡盐只有2瓶盖。这是第一次制盐还不够熟练，以后制盐的速度会加快。小云，你已经很厉害了，有了这些盐，再也不用吃没有味道的食物了。你们抓到了什么吃的东西？我们抓到了5条鱼，拿回来3个椰子，还有只椰子蟹。王冰冰添油加醋的给马云说着上午经历的事情。赵四见状，独自收拾鱼去了，把5条鱼开膛破肚清洗干净。赵四串了起来，放在火上烤，一会儿功夫鱼就被烤出了香味。正在夸夸其谈的王冰冰闻到香味，当即停了下来，发现赵四在烤鱼，叫上马云跑了过去，看着散发出香味的烤鱼，王冰冰忍不住伸手去拿，还没碰上就被赵四一巴掌拍在了白皙的手背上。你干嘛打我？鱼刚烤上还没熟呢，想吃一边玩去，烤好了叫你。这只椰子蟹今天吃吗？这5条烤鱼就够我们吃一顿的了，椰子蟹可以先养着当储备粮。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帮你烤吧。行，咱俩一起能熟得快一点。王冰冰见马云转移了赵四的注意力，蹑手蹑脚地往一旁走。过了好一会儿，5条烤鱼表皮已经金黄，散发出诱人的香味，3人都本能地吞咽起口水。赵四用手捏着马云制的盐，小心翼翼撒在烤鱼上。好了，可以过来吃了。来喽！不久前还满肚子怨气的王冰冰，听到可以吃烤鱼，立马就跑了过去。3人3下5除2把5条烤鱼全部吃完，内心感到十分满足。自从沦落荒岛，这是他们吃的最爽的一顿，饭后甚至还能喝到可口的椰子。小云，今天是飞机出事的第3天了吧？救援什么时候来啊？我可不想一直待在这儿。别着急，应该快了。赵四闻言苦笑一声，清楚马云是在骗王冰冰。要在茫茫大海上找到我们，简直就是大海捞针。现在唯一能寄托的就是王冰冰在国内的名气，至少搜救力度不会降得那么快。那就好，回去以后我就找编剧把我的故事写成剧本，到时候拍成电影一定能大卖。王冰冰兴奋地说着，又转头看向赵四。还可以搞一个荒野求生节目，到时候邀请你当嘉宾，能让你赚不少钱。谢谢你。虽然你总是跟我吵架，但你毕竟救过我，我王冰冰是最讲义气的人。说完，他看向马云。小云，你这么厉害，回去以后我打算开个影视公司，由你全权负责。好，我一定给你打理好。好啦，我要去睡个美容觉，太阳没那么毒的时候再叫我。王冰冰把椰子喝完，就找了个阴凉的地方睡觉去了。赵四和马云叹了一口气，最终还是没忍心把实情告诉王冰冰。下午太阳稍微下降了一些，赵四站了起来对马云说：“我出去了。”马云犹豫了下问：“要不要把冰冰叫起来？”赵四看向还在睡觉的王冰冰摇头：“不用了，他跟着我只会碍事，不如我一个人方便。”谢谢。我能多嘴问一句吗？凭你的学历怎么甘心给他当助理？是不是屈才了？马云目光看了一眼王冰冰。我母亲患了绝症，家里没钱治疗，冰冰每年都会资助一个病人，我母亲就是被资助的那个。赵四有些意外。他知道这件事吗？不需要他知道。没有再说任何话，赵四离开了营地。刚刚检查了陷阱，还是一无所获，幸好这里又抓到了3条鱼，晚餐算是有着落了，接下来就可以放心找水源了。他没有像马云和王冰冰那样漫无目的找，在思考了一会儿后，他爬到荒岛上一处比较高的位置。站在高处，视野果然一下子开阔了许多。荒岛上地势较低的区域一目了然，水往低处流，地势低的区域大概率会有水源。观察良久，赵四对荒岛的地势大概有了简单了解，找准一个方向就过去了。随着地势不断降低，赵四感觉空气好像都没那么干燥了，一路穿梭直到他从森林里走了出来，来到一处湖泊跟前，眼前的空间才豁然开朗。湖泊不算小，一眼望去几乎看不到边际，湖水也很清澈。赵四连忙跑到湖边，双手捧起湖水，伸出舌头舔了一口，没有咸味，是淡水。但就在赵四抬起头看向别处的时候，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就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竟然有几头野猪正在喝水。赵四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几头野猪，一旦激怒了这几头野猪，我必死无疑。赵四脚下开始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往后退。这种情况下，只要一转身，野猪就会立刻发动攻击。
而那几头喝水的野猪也发现了突然出现的赵四，瞬间都停止喝水，警惕地看向他。这些野猪也是第一次见到人类，不清楚赵四有多少威胁，他们也没有立马发动攻击，一时之间双方陷入僵持。僵持估计也维持不了多久，野猪的领地意识太强了，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生物闯入他们的领地。赵四缓慢向后移动，但他只来得及后退2米左右，那几头野猪中的一只突然哼哼了2声，下一秒周围的树林中就不断有哼哼声回应。糟了，这野猪是在呼唤同类。眼见可能要被野猪团团围住，赵四猛吸一口气，双臂骤然张开，逃避那几头野猪发出一道刺耳的怒吼声。本来在不断靠近的野猪被赵四的吼声吓了一跳，瞬间停下了脚步，有一只胆小的野猪甚至后退要逃。赵四趁着野猪被震慑住的瞬间，转过身拔腿就跑。吼声只能暂时震慑住面前的野猪，等到其他野猪包围上来，依然没有活命的机会。看到赵四逃跑，反应过来的野猪愤怒地朝他追了过去。赵四一边逃命一边在脑子里思考着对策。人类的速度完全无法跟野猪相比，迟早会被追上。他已经能感受到身后野猪追赶他发出的声响。虽然野猪的战斗力很强，但他们不会爬树。当即赵四看准一棵树，顾不得减速，直接高高跃起，一把抱在了树上。高速造成的撞击力度让赵四感觉全身骨头都要散架了，但他依然咬牙抱住树，快速向上爬。刚爬了1米多，整棵树就猛烈摇晃起来。肯定是野猪撞在树上了，野猪的速度那么快，根本来不及停下来。赵四爬到树杈上，才放心的开始大口喘着气。刚刚一心求生倒不觉得累，现在才觉得胸腔火烧一样，真想我太难了。打了有一会儿，赵四才有力气查看树下的情况。这不看还好，一看又把他吓了一跳。只见树下有10几头野猪把树团团围住，看这架势，估计是准备要撞树了。赵四刚生出这个念头，一头野猪就加速撞在树上，巨大的撞击力让整棵树不停摇晃。幸好这棵树不算小，还不至于被撞断。但是这些野猪跟死心眼似的，一头撞不断就换另一头，持续不断的对树进行撞击。糟了，树的摇晃幅度越来越大了，再这样下去，这棵树真要被撞断。早知道就找一棵更大的树了。野猪的撞击力能够把手腕粗细的树撞断，赵四带的这棵树比手腕粗大不少，但还达不到无视野猪撞击力的地步。但是更粗的树也爬不上去了，谁能想到这些野猪跟犟驴似的，都逃树上了还不放过我。此时赵四脑海浮现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人类跟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会用火，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惧怕火焰。但是一想到要用火，赵四又有些犹豫，不过也没犹豫多久，他就下定了决心。生命只有一次，森林烧了还能再生，好在带的绳子也是布料做的，不至于有了火无法续燃。赵四找好一个位置，拿出随身携带的引火物和工具，把绳子拆开，固定好工具，就开始进行钻木取火。木棒快速在木片中旋转，慢慢就有焦味冒出。但是赵四把火星放到引火物上的时候，太紧张导致手一抖，火星熄灭了。冷静，要冷静，不冷静就死了。再次尝试，很快就有了火星。赵四大气都不敢喘一个，小心翼翼把引火物放到火星上面。火星进入到引火物内，开始冒出烟雾。赵四不断往里吹气，直到引火物完全燃烧起来。他立刻用引火物点燃了布料。下方的野猪还在不停撞着树，树干已经烂得坚持不了几下。我真不想这样做，都是你们逼我的。说完这句话，赵四毫不犹豫就把燃烧着的布料扔了下去。看到地面突然迸发的火花，那些野猪立刻就被吓得后退，目光中带着恐惧和害怕。火焰遇到树下干燥的落叶和枯枝，火势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小火变成大火，又从大火变成了火墙。野猪们哪里还管什么赵四赵宇，转过身疯狂逃窜。赵四赶紧从树的另一侧下来，回过身看了一眼燃烧的火墙。现在的火势也不是我能灭掉的了。赵四叹了口气，从其他方向逃走了。他逃出去很远，再次看向森林的时候，森林的很大一片区域已经火光冲天。此时营地的王冰冰和马云见赵四这个点还不回来，都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小云，你说赵四是不是出事了？我不知道，虽然大概率是，但是还是别说了，冰冰听了估计会害怕。都怪我，要不是我贪睡，陪着他一起，他就不会出事了。冰冰，你别自责，他那么厉害，不一定出事的。小云，你就别骗我了，如果他没出事，早就回来了。王冰冰认定赵四出事了，马云再劝都没用。赵四，对不起，是我害了你。等我和小云被救了，你托梦给小云，你缺什么我都烧给你。为什么托梦给马云？就在这时，一道好奇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我怕鬼啊！王冰冰本能回了一句，接着突然一愣，反应过来是赵四的声音，连忙躲到马云身后。鬼啊！小云，有鬼啊！鬼什么鬼？我是赵四。赵四，你没死。我当然没死，不过差一点。我在找水源的时候遇到了野猪群，侥幸才活下来。王冰冰和马云都是一惊。先把鱼烤上吧。早已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赵四早就饿得没力气了。你刚刚说遇到了野猪群，是怎么一回事？正在吃烤鱼的赵四闻言停了下来，即便是现在他依然心有余悸。接着他把自己遇到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当时的情况，我只能放一把火把那些野猪吓退。不过我出来的时候，那把火已经成了森林大火。当时那种情况，换我也烧，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有句诗说得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哎呦，赵四闻言有些意外，
没想到第一个支持他的竟然会是王冰冰。冰冰的意思是人命才是最重要的。马云连忙帮接了一句，生怕这样的话传出去影响王冰冰的星途。听闻这话，赵四明白，马云一直都在提防着他，没有真正把他当自己人。不过也很正常，我们之间本就是合作关系，尤其他们两个还是女性。我明白，没有外力干扰的话，这场森林大火应该会持续燃烧很久。幸好咱们的营地离得远，蔓延不到我们这里。相比较森林大火，我更在意这座岛的大小。有一个那么大的淡水湖，还有成群的野猪，这座岛的面积应该不算小。小云，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2个疑点，其一，我了解过咱们乘坐的航班，中途并没有很大的岛屿。其二，这么大的岛屿不可能不被开发。王冰冰挠挠头，有些尴尬。小云，我没听明白。他的意思是咱们现在的位置可能偏离了最初的航线。要不是马云提醒，我也没有发现这2个疑点。如果真是偏离了最初的航线，那救援多半没可能出现了。这会有什么结果？王冰冰仿佛也意识到出事了，心中忐忑问道。救援队刚开始会沿着航线寻找，之后会慢慢扩散寻找，而我们偏离了航线，所以救援队找到我们要用更多的时间。说完，马云不停向赵四使眼色，赵四无奈只能点点头。吓死我了！王冰冰松了一口气。刚刚看你们的表情，我还以为救援队不会来了呢，原来只是晚来一些时间，我就当自己休了个长假。反正自从当了明星后，已经很久没休息了。说完这话，王冰冰起身向赵四和马云道了晚安，就回去睡觉了。王冰冰离开后，赵四看向马云，救援的事情不可能一直瞒下去，你必须提前告诉他，让他有心理准备。我知道这件事由我来负责，你别插手。其实除了你说的2个疑点，我也发现了一个疑点。赵四离开森林后，就向着远处的山峰进发。水源的问题暂且算是解决了，现在要找制造石器的材料。一般的岩石自然不能拿来制作石器，但赵四对石头没太大了解，索性就去山上看看。山上总不会缺石头吧？虽然看着不远，但赵四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来到山峰脚下。你看，这里的石头硬度还可以，不清楚是不适合用来制作石器，但拿来做一把锤子应该问题不大，还是得有个防身的武器，至少求个心安。赵四找来一根木头，用布条固定出一个不怎么好看的石锤。手感还不错嘛，也不知道这一锤下去能不能击退野猪。赵四把石锤收起来，就准备继续向山上走。此时的营地内，马云冒着毒辣的太阳，手上拿着一根布条走来走去。带着编织材料回来的王冰冰见状，连忙上前把他拉到了阴凉的地方。小云，大热天你在太阳下晒油吗？紫外线那么强，会加快皮肤衰老的。我抹了椰子油。好吧，小云，你手里是什么东西啊？4氧化3铁，经过置换反应能够提炼出铁。我的天，你不会打算炼铁吧？赵四昨天就遇到了野猪，说明这座岛屿并不安全。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尝试看能不能炼出来铁。小云，你太厉害了！王冰冰言罢，看向布条上绑着的磁铁。这些磁铁是从哪里来的？从行李箱上拆下来的，用磁铁把沙子中的4氧化3铁吸出来，很快收集到的铁砂就足够炼制一把武器了。小云，我突然觉得你给我当助理太大材小用了，跟你一比，我什么都不会。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你的才能是表演，你不需要跟我比。但是网上有很多人骂我没演技，你把他们的 ID 记一下，回去以后我告他们诽谤。讨厌！王冰冰终于露出了笑容，心情好了很多。你歇着吧，我再去收集铁砂。别去了，对皮肤不好。王冰冰拦住了马云，目光看向那只椰子蟹。小云，我有一个办法，既能收集铁砂，还能让你不被晒到。什么样的办法？王冰冰没有回答马云的话，一把拿过他手中的布条，来到了椰子蟹跟前。椰子蟹，我王冰冰是最讲义气的，现在我就把你放了。不过，不管做人还是做蟹，都要知道感恩。我现在把你放了，你要帮我一个忙。有病吧！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说完，王冰冰把绑着磁铁的布条绑在椰子蟹身上，松开了绑着椰子蟹的绳子。绳子被松开后，椰子蟹竟然一动不动，不知道是饿了还是在等待着命令。差点忘了，你已经饿了2天了，我先给你拿点吃的东西。王冰冰把昨天喝光了的椰子拿来，放到了椰子蟹跟前。椰子蟹当即伸出巨大的双螯，打开了椰子，开始缓慢吃起椰肉。吃完才抬起眼睛看向王冰冰。吃饱了，那开始干活吧。椰子蟹在原地愣了几秒后，真的动了起来，每走出去几十米就折返回来一次。马云瞪大了眼睛，一脸不敢置信。冰冰，你怎么做到的？很简单啊，这就跟我养的豆豆一样，稍微训练下就能干一些简单的工作。这怎么能一样？豆豆可是一条边牧。但我就是用训豆豆的方式训的椰子蟹呀，你只要想着跟他做朋友就可以了，要不然你试一下。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让我跟一只椰子蟹当朋友？你试试吗？马云酝酿了一会儿情绪，朝着椰子蟹喊：椰子蟹，回来！但椰子蟹根本不搭理马云，依然在海滩上走来走去。好像没什么用。怎么可能没用？
怎么可能有用？你不会一直以为这样就能驯服动物了吧？要不然你再试一下，你刚刚可能只是巧合。椰子蟹，回来！在王冰冰话音落下的瞬间，椰子蟹就停在了原地，愣了几秒钟后，竟真的朝着王冰冰走了过来。真乖，你继续。椰子蟹乖乖听话离开了，马云彻底震惊，王冰冰竟真的可以命令椰子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你独特的天赋。哎呀，我怎么这么笨？既然我能控制椰子蟹，为什么不让它下海抓鱼给我们吃呢？椰子蟹是陆生节肢动物，它下海会被淹死。赵四在山脚下找了好一会儿上山的路，确定了一件事：这座山峰太过于陡峭，根本不可能登上去。烦死了！眼见已经下午了，赵四只得先回营地。中午就没回去，还是先回去吧，免得王冰冰和马云担心。就在往回走的路上，赵四突然看到了一个山洞，他赶忙来到洞口前，里面黑漆漆的看不清，真想进去看看。原地思考了几秒钟，赵四就做好了决定。我不是为了冒险，现在没有工具建造住所，山洞也可以作为居住的选择，我是为了生存。赵四连忙搞出一个火把，开始缓缓向山洞里走。一走进山洞，赵四就感受到一股凉意，感觉就像是盛夏待在空调屋一样。山洞很深，赵四拿着火把走了几十米还没有到底，但是他的耳边却听到了水滴的声音。赵四循着声走过去看，是山壁上的一道裂缝，山峰上的水顺着裂缝流了进来，经年累月地面上已经有一个好大的水坑了，里面聚集了不少的淡水。回去以后就搬过来。几乎是瞬间，赵四就决定搬过来了。这里不光解决了住处问题，还顺便把水源的问题也解决了。地上没有其他动物的粪便，说明这个山洞不是其他动物的巢穴，再加上有淡水水源，这里简直就是个天然庇护所。赵四对山洞越看越满意，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赵四还是继续深入山洞进行探索。这个山洞真大，走了应该又有几十米了，还没到头，空间也越来越大了。洞口那儿只能容纳4个人，这里已经能容纳10多个人了。这个山洞的结构就像赵四编的捕鱼工具，是反过来的地笼，入口小，里面空间很大。就在赵四全神贯注往前方看的时候，脚下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差一点把他绊倒了。他连忙把手上的火把降低，发现自己踩到的是一块骨头，准确来说是一块很大的肋骨。可惜我不太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的肋骨。不过看这肋骨，应该是某种大型生物。管它是谁的肋骨，稍微打磨一下可以拿来当武器。赵四说干就干，拿绳子把肋骨绑了起来。就在他把肋骨往身上背的时候，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道黑影。骤然间，赵四觉得心脏一紧，全身变得冰凉，他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生怕黑影扑上来。但是过了好一会儿时间，黑影一直一动不动，就像是死物一般。又等了一会儿，赵四见黑影实在纹丝不动，克制住心中的恐惧，捡起火把，手上抓紧实锤，缓缓向黑影靠近。随着距离越来越近，赵四心中的担忧逐渐消失，因为他可以确定黑影是死物。只不过当他走到黑影跟前的时候，却又猛吸了一口冷气，半天说不出一个字。虽然还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铁砂，但是我们还是先尝试一下吧，免得炼铁不成功，浪费时间。王冰冰已经在旁边搭了个带简易风箱的桶状炉子。现在可以开始炼铁了吗？差不多了。在王冰冰搭炉子的时候，马云也准备好了木炭。你别这么兴奋，我现在紧张的要死，要是失败了，我们这一天可就白忙活了。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一直玩不对，一直坚持下去，总能成功一次。马云笑笑没说话，把装着铁砂的泥碗放进有石头垫着的炉子里，再把炉子塞满木炭。可以点火了。也不知道冰冰为什么非要做点火这一步，说是好玩，反正我没看出来哪里好玩。木炭被点燃，炉子里温度开始不断升高，只是一会儿时间，炉子周围都已经散发出热浪。小云，还要多久能好啊？好热啊！木炭燃烧的温度不如煤炭高，所以花费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你要是觉得太热，就去一旁歇着吧。我没事，还能坚持。足足半个小时，木炭才燃烧殆尽，炉子内的温度也开始下降。又等了许久，等到炉子的温度下降很多后，王冰冰壮着胆子把炉子入口扒开，把泥网扒拉了出来。小云，我没找到咱们炼的铁，你找到了吗？马云从泥碗底部拿出一粒黑不溜秋、黄豆大小的圆珠。这个就是。这玩意儿是咱们炼的铁，怎么这么丑，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你平时见到的钢铁是加工过的，咱们这么原始的方法，只能炼出这样的铁。我回来了。你这个大骗子，不是说中午就回来的吗？我们快饿死了。不是还有一只椰子蟹吗？椰子蟹是我的朋友，谁都不准吃它。跟食物做朋友，不饿你饿谁？王冰冰这脑回路，真是跟任何东西做朋友都不奇怪。哼，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这时他注意到了赵四背着的东西，这什么玩意儿？你从哪里搞来的大骨头棒子？能吃吗？大骨头棒子？赵四差点没反应过来，这根骨头可不是给你吃的，它价值连城。能有多贵？你要买的话，我给你个友情价，2个亿。2个亿？你穷疯了吗？你把我当傻子，还是把你的大骨头棒子当龙骨了？你还真猜对了，这就是霸王龙的骨头。
在山洞我反复确认了那具尸骨，极大的概率就是霸王龙的尸骨，而且尸骨十分完整。之前一具完整霸王龙的化石可是被拍卖出3180万美元。霸王龙的骨头，你说是就是了，我还说这是一根牛骨呢。赵四看了一眼睿智的王冰冰，懒得跟他计较，直接来到马云跟前。他本来是想让马云帮他看看这根骨头，但他这才注意到一旁的炉子。这是什么东西啊？冶炼炉。你离开这段时间，我和冰冰在炼铁。成功了没？成功了。马云把炼出来的铁豆子递了过去。赵四看真是铁，当即对马云更佩服了。云姐，你帮我看看，这根骨头值钱不？这真的是霸王龙的骨头吗？千真万确。今天我找岩石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山洞，进去查看的时候，发现了一具很完整的霸王龙尸骨。王冰冰才意识到赵四可能没说谎。再让我看看霸王龙骨头，我还没见过呢。你还是算了，我担心你把我的霸王龙骨头吃了。亏你还是个男人，真小气。如果这真的是霸王龙的骨头，并且十分完整的话，的确价值不少钱。但是这根骨头太新鲜了。太新鲜了，是还能吃的意思吗？不是，霸王龙骨骼到现在早就该石化或者玉化，但是这根骨头显然没有。好像还真是，相比较其他霸王龙骨骼，我发现的这具完全不像是死了几千万年，但是我亲眼所见，这真是霸王龙骨骼。那我就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了。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在地球的内部还有一个世界，地面上灭绝的动物在地心都没有灭绝，咱们现在就处于地心世界的入口处吧。现在的科技早就能探索地心了，你说的地心世界不可能存在。那我还看过一部电影，人类利用克隆技术把恐龙复活了，咱们现在可能在一个秘密基地，他们正在做邪恶的实验。你以后还是少看点电影吧。为什么？智商本来就不高，再多看些不靠谱的电影，只会显得你更傻。你才傻呢，你全家都傻。小云，我是不是又猜错了？克隆的条件比你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以现在的科技还没有办法克隆恐龙。王冰冰看到赵四满脸得意，心里暗暗发誓，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让赵四出丑。这个男人实在太可恶了。就算我说错了又如何？至少我敢大胆猜测，不像你连猜测的勇气都没有。我才不会做没有根据的推论。不敢就不敢，别嘴硬，你就不是个男人。激将法对我没用，你就别白费力气了。烦死了！赵四，这块骨头你打算怎么处理？赵四闻言脸上的笑容消失。最初只捡到这块肋骨的时候，我想着打磨成一把武器，后来发现这是一只完整的霸王龙骨骼，我又想着获救后卖掉，让自己提前退休。那你现在的想法呢？我不知道，要是正常的霸王龙化石，我会毫不犹豫留下来，但这具骨骼还不是化石，有可能会被当成假的。还是留着吧，目前我们已经炼出来了铁，就没必要浪费这根骨头了。如果能活着回去，完整的霸王龙骨骼价值会更高。我探索山洞的时候，发现那里很适合居住，但今天太晚了，咱们明天一早再开始搬家，争取1天时间搞定。1天？是不是有点太急了？我还想着收集更多的铁砂，炼制一把铁器出来呢。大海上的天气千变万化，所以越快越好。这2天捕鱼的时候就发现风浪好像变大了一些，这2天可能会有大的天气变化。至于炼铁，我觉得不用那么着急，反正铁砂收集的速度很慢，耽误2天问题不大。事先声明，我只搬自己的东西，当然，要是某些人求我的话，我会考虑帮他一下的。你想让我求你？那没有我收集的行李箱和衣服，自己晚上要睡在什么地方？冷了盖什么东西？当然，如果某些人求我的话，我会考虑借一张毯子给他。前一秒还得意洋洋的王冰冰顿时有些慌了，她瞬间变脸。你看看你怎么当真了，咱们共生死同患难，我怎么能不帮你的忙？要知道，我王冰冰是最讲义气的了。是吗？那这样说就是我小心眼，错怪你了。没有，都是朋友，我不会当真的。那你明天负责2个行李箱，没问题吧？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拿得动2个大行李箱？但是赵四并不给王冰冰反驳的机会，转身就走开了。这个钢铁直男，我诅咒你一辈子找不到老婆。第2天一大早，趁着温度还不是很高，3人就起来把东西收拾了一下。王冰冰和马云各自拉着2个行李箱，赵四一次性拉了4个。拉4个居然一点都不累，应该跟这些天在荒岛上运动量大有关吧？3个人走了1个小时，赵四倒没感觉到什么，王冰冰却受不了了。赵四，还有多远？我都快要累死了。还早着呢。早知道这么远，我就不搬家了。赵四，我也累了，能不能歇一下？赵四看了眼王冰冰和马云，2人确实都已经汗流浃背了。歇一下吧。实在是太累了，我刚刚差点以为要死了，你怎么一点也不累？有一点，不过整体还好。你的身体素质可真变态，不像那些跟我一起拍戏的男明星，连公主抱的戏份还得找人在下面拖着。以前这些事情不能说，现在沦落荒岛了，可不得趁此机会多说一点。赵四听八卦也来了兴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太胖了？王冰冰闻言当即站了起来，掀开衣服，露出自己纤细雪白的腰腹。你看看我这要像胖的人吗？算了，直接一点，
我让你抱一下，你感受一下。你是一个女明星，走的是清纯路线，能不能别这么忙啊？你不胖你不胖，我倒是想感受一下，这种福利可不是天天能有。但是马云还在场，我可不想被当流氓。其实很多男明星都跟娘炮似的，我一点都不喜欢。再告诉你一个秘密。王冰冰刚要说，嘴巴就被马云捂住了。你别听冰冰胡说八道，她说的都是她听来的谣言。别说了。就在赵四笑着看戏的时候，突然落下一滴水砸在了他的脸上，他抬头看向天空。好了，咱们要赶路了，马上就要下雨了，如果淋感冒问题就大了。那先别管这些行李箱了，等天晴再回来搬吧。也只能这样了，那我们要一口气直奔山洞。走吧。你不把行李箱扔在这里吗？不用，我不累，而且山洞里有些潮湿阴了，得给你们带着点盖的。王冰冰心里生出一丝异样的感觉，但还来不及思考，三人就开始继续赶路了。王冰冰和马云速度明显快了不少，但看着前面健步如飞的赵四，心中被深深震撼到了。之前以为赵四的力气只是比普通人大一点，现在看来这简直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事实上，赵四自己也越来越心惊。到了荒岛后，我的力气明显在变大了，尤其是那次被野猪追赶后，不光是力气，耐力和速度也得到了提升，只是不知道极限在哪里。这到底是我身体产生的变化，还是这座荒岛赋予了我特殊的能力？但现实的情况不允许他再多思考，乌云已经慢慢追上了他们，不回头都能听到下雨的声音了。赵四，还有多远啊？王冰冰回头看了一眼，顿时吓得花容失色。这雨下的比一平找他爸借钱那天还大，怕是淋1秒就会全身湿透。坏了，按照现在的速度，再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王冰冰闻言，力气都止歇了，赶路的速度慢了下来。横竖都是淋雨，我不赶了。别放弃，再坚持一下。我实在赶不动了呀，我身体挺好的，淋点雨不会生病的。王冰冰话音刚落，天空落下一个东西，砸在了赵四提着的行李箱上，把行李箱都砸出来了一个窟窿，又落到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才慢慢停下来。冰雹！三人看清楚后都不由惊呼，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救命啊！要死人了！这下不等赵四开口，王冰冰拔腿就跑了出去，三人开始夺命狂奔。然而王冰冰和马云没有赵四那样的体质，10多分钟后也终于坚持不住了。赵四，我跑不动了，以后你要是得救了，就说我在飞机出事的时候就死了，千万不要让我的粉丝知道我是被冰雹砸死的。说完他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马云在一旁没说话，不过从他泛白的脸色不难看出他此时心里也很慌。我这个人看到镜头就紧张，没办法帮你说，要说你就活着回去，自己跟粉丝去说。赵四扔掉了一直不愿意扔掉的行李箱，不由分说来小亮，给他整个活。肩上。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让你们活下去。好了，我赵得开四脚下发动，了。加快速度朝着山洞跑去，但几分钟后，他还是感觉胸口像在燃烧一般，全身肌肉发酸，头顶上能看到因为身体温度太高蒸发出的水汽。很显然，扛着2个人狂奔几分钟也到了他的极限。死就死吧，反正我不跑了，太累了。不行，我刚保证过一定让他俩活下来，我是一个男人，再坚持一下。天空突然落下一个冰雹，砸在了赵四的脑袋上。赵四额头瞬间就被砸破，血液喷涌而出。不能放弃，马上就到了。答应了要让他们活下来，就一定要做到。赵四咬紧牙关，怒吼着一口气冲进了山洞，接着直接摔倒在地上。几乎是同一时间，乌云就追赶上了他们，拳头般大小的冰雹络绎不绝往地上砸。进山洞了吗？王冰冰被摔在地上，整个人有些懵，但她很快反应过来。我们进山洞了，我们活下来了。对，我们活下来了。两人高兴过后，才意识到赵四躺在一边一直没动，走上前去看，却猛吸一口凉气。赵四全身都泛着红色，身体摸上去有些烫手，还满脸都是鲜血。血？怎么会有这么多血？体温怎么这么高？他这是怎么了？应该是刚刚被冰雹砸中了脑袋，所以才会流血。至于他的体温为什么这么高，我也说不清楚，大概率是跟心脏超负荷有关。我们要立刻给他降温。怎么降温？马云没有说话，目光看向了山洞外面。目前来看，降温的话，冰雹无疑是最好的，但出去捡的话，大概率会被砸到。我去。王冰冰闻言没有丝毫犹豫，起身就要走出山洞。冰冰，你别着急，再想想办法。小云，没时间了，再不给赵四降温，他就死了。你还记得赵四那根大骨头棒子吗？就是在这个山洞里发现的，我再去取一根，你在这儿看着他。说完这话，马云连忙往山洞里走。王冰冰在原地愣了几秒钟后，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怪不得赵四总说我不用脑子，明明能有更好的办法，我竟然差点就去送死了。想到自己刚刚壮士一去西不复还的样子，他只觉得自己愚蠢。没几分钟，马云就带着一根霸王龙骨骼出来了。他直接走到洞口，用大骨头棒子把冰雹扒拉进山洞。冰冰，先把这些拿去给赵四降温。王冰冰拿过冰雹敲碎，放到了赵四身上，但赵四身上的温度又升高了，冰渣刚放上去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成冰水。不过幸好这个办法的确有用，赵四持续升高的体温已经得到了控制。两人重复着刚刚的办法，赵四的体温开始逐渐下降。小云，他为什么还不醒来？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应该跟身体的保护机制有关系，咱们只能等着了。小云，赵四真的不会死了吗？马云没有直接肯定，先检查了一遍赵四的身体，才回答王冰冰。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他衣服湿透了，我去洞口扒了点叶子，先给他把衣服换了。王冰冰刚松了一口气，又提息一口气。要脱衣服？算了，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再说了，我王冰冰什么男人没见过？但她飘着红晕的脸颊却出卖了他。冰冰这副样子，再加上他刚刚的反应，8成是了。回来的马云看着王冰冰意识到了什么，却没说出口。两人手忙脚乱把叶子做成衣服给赵四换上，就把他往山洞深处移。小云，天都快黑了，雨和冰雹怎么还不停啊？怎么个事啊？我也不清楚。要是一直下个不停，我们会不会饿死在山洞啊？我现在又冷又饿，以前有赵四在，我还没有觉得荒岛求生多么困难，现在我感觉都快活不下去了。马云听着王冰冰的话，没有发表意见，因为他很早之前就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在两人陷入沉默的时候，山洞外面响起一阵杀猪般的叫声。哪里来的叫声？骤然间，王冰冰和马云警惕起来，小心翼翼盯着山洞外面。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们隐约能看到外面有一道黑色身影正在不断朝着山洞靠近。冰雹不断砸在地上，让他发出凄惨的叫声，但并没能把他砸死。黑影越靠越近，马云脸色突变。不好，是野猪。野猪不是生活在森林里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这头野猪应该是想进山洞躲冰雹，要不然我们装死怎么样？野生动物不是不会攻击死人吗？野猪是杂食动物，连腐肉都吃，更何况我们新鲜的肉。两人说话间，那头野猪距离山洞越来越近，他俩甚至已经能看清野猪的样子。这是一头公野猪，好事是他应该没有同伴，但他现在肯定受伤了，警惕性拉满，动一下可能就会被他认为是攻击行为。此时那头野猪已经到了山洞口，王冰冰和马云瞬间屏住呼吸，一动都不敢动。但下一秒，那头野猪一头栽了下去，半天都一动不动。小云，他是不是被冰雹砸死了？不是，他的肚子还在动，说明还有呼吸，应该是被冰雹砸伤了在休息。要不趁他病，要他命。这头野猪的体型，以我们现在的工具，不仅对它造不成伤害，还会激怒它。现在等下去是最安全的。现在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山洞里一点光亮都没有。王冰冰和马云已经累得眼皮都在打架，但不远处的野猪让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睡下。不知何时睡着的王冰冰突然感受到一阵寒意，整个人惊醒了过来。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向山洞口那头野猪。还好他还在休息。她起身检查了一下赵四的情况，看起来正常了，但是怎么还没有醒来？那颗冰雹是不是把他脑袋砸坏了？好饿，只是外面不仅挡着野猪，雨和冰雹也丝毫没有要停的样子。小云，你睡醒没？王冰冰轻轻推了一把睡着的马云，却发现无论如何都叫不醒他。小云，你怎么了？马云的体温很高，王冰冰顿时意识到马云感冒了，顿时一股无助感包裹住他。此时那巨大的野猪也竟然醒来了，正虎视眈眈地看着王冰冰。看着慢慢走过来的野猪，王冰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必须得做出反抗，不然我们必死无疑。你不要过来啊！野猪竟真的停下几秒，但下一秒好像是被激怒了，直接朝王冰冰冲了上来。王冰冰脚下本能向后退了一步。赵四和小云还在后面，他只能硬生生停了下来，看着冲撞过来的野猪闭上眼睛，嘴里大喊着挥舞手中的大骨头棒子。击中了，棒子恰好砸在了野猪脑门上，但正如马云所说，他的攻击伤害不到野猪分毫，反而激怒了野猪。野猪怒吼着向前一拱，就把王冰冰撞翻在地上，张开嘴巴就要咬下去。王冰冰赶紧把大骨头棒子塞到野猪嘴里，但野猪没多久就反应过来，拿来吧你！撕咬住大骨头棒子，用力一甩脑袋，大骨头棒子便从王冰冰手里被甩飞出去，没了大骨头棒子的阻挡，野猪张开血盆大口向王冰冰咬了下去。但过了好一会儿，王冰冰想象中的疼痛感也没出现，他睁眼一看，猛吸一口气，野猪的血盆大口就在他眼前，但不知道为什么野猪停止了攻击。难道是我的叫声吓唬住了他？王冰冰赶紧绕到了野猪身后，但他刚绕过去，野猪就甩了甩脑袋，发现眼前的王冰冰不见了，发出一声怒吼。喂，大笨猪，我在这儿！野猪立马转过身，再次冲上前。那头狂奔着的野猪听到叫声后，真的又停了下来。看来确实有用。但野猪很快恢复过来，双目变得赤红。在野猪清醒的瞬间，王冰冰就再次大叫起来。但十几个来回过后，叫声好像对野猪造成的威慑时间越来越短了。再这样下去，很快就镇守不住野猪了，怎么办？果然，在野猪再一次动起来后，王冰冰的叫声就失去了效果。我不想死，我还没男朋友呢，死了这辈子就亏大了。一道猛烈的撞击声响起，但王冰冰预想的疼痛感并没有出现。睁眼看看，你没死。王冰冰闻言惊喜地睁开了眼睛，眼前是赵四宽阔的后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没想到你临死竟然在想男人，你这么恨嫁？王冰冰闻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人了。你离远一点，接下来交给我。王冰冰连忙远离赵四和野猪。谢谢你，虽然一直在昏迷，但我还是有意识的。王冰冰和马云为我做的事，应该说句谢谢。王冰冰背对着赵四的脸上，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看来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谁允许你们打情骂俏的？俺老朱和你们拼了！赵四全身爆发出恐怖的力量，跟野猪进行决力，并且不落于下风。在昏迷期间，我的力量应该又得到了提升。我正愁着接下来的食物供给呢，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那我就笑纳了。说着，赵四双臂用力把野猪摔倒在地上，接着直接扑了上去，一拳头狠狠击打在野猪脑袋上，吃疼的野猪惨叫着用力挣扎。不行，用拳头打不死他。赵四立刻看向周围，很快他就看到了被野猪甩飞出去的大骨头棒子。他松开野猪，扑向大骨头棒子，将其抓在手里。野猪失去了赵四的控制，费了好大力气站起来，朝着赵四发出怒吼声。野猪被彻底激怒，蓄力朝着赵四冲撞过去。但是他刚到赵四跟前，就看到赵四把大骨头棒子用力挥了出去，重重砸在野猪脑袋上，大骨头棒子当场断裂成2段，野猪被打晕过去。赵四走上前，冷眼看着还有呼吸的野猪，把手中断裂的大骨头棒子高高抬起，都是为了活下去。赵四说着，把裂骨狠狠插入野猪的脖颈处，顷刻间鲜血喷涌而出，野猪发出凄厉的叫声。随着血液逐渐流失，野猪挣扎的力气也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抽搐。赵四见野猪彻底没气了，才呼出一口气。行了，过来吧。王彬彬一路小跑上前，不可思议地看着被杀死的野猪。你太强了吧！竟然徒手杀死了一头这么大的野猪，你的力量越来越大了。你还是人吗？好歹我救了你，你怎么骂人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身上的变化应该跟这座荒岛有关系。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有关系，具体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不过可以问云姐，她那么聪明，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小云昨天又是淋雨，又是睡在地上，好像感冒了，怎么都叫不醒。两人赶紧走到马云跟前。赵四，现在怎么办？我出去一下。出去？去什么地方？赵四抬头看着山洞外面。不行，坚决不行。这样的天气你怎么出去？就算你现在很变态，也不可能抵挡住冰雹的。变态？有你这样夸人的吗？不去不行，云姐的体温太高了。我之前收集的药都在行李箱里，必须拿回行李箱才可以。王彬彬承诺了。虽然很危险，但是得救小云。但当他目光看向山洞外时，还是露出了担忧的神色。这样的天气，你怎么出去？我打算把霸王龙的头骨拆下来，顶着头骨出去。这倒是个办法，只是你舍得用霸王龙头骨吗？如果损坏了，会影响霸王龙骨架价格的。救人要紧。你有这么伟大？在荒岛上，我能免费供你吃喝住，这还不够伟大？你别说的我跟个废物一样，刚刚我还救了你呢。也对，要不要我以身相许？大流氓，你想的可真美。王彬彬俏脸一红，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我都快要饿死了，等会儿你回来的时候找点吃的东西吧，就算是爆浆虫我都吃。吃的东西？一头几百斤重的野猪还不够你吃吗？还是你没反应过来那头野猪已经是我们的食物了？王彬彬脸上的表情一致，尴尬的要命。吓都被这野猪吓死了，谁还能想到要吃它呀？等会儿把野猪脑子给你吃，给你补脑子。不对，给你吃猪脑子只会更笨。也不对，万一这头野猪比你聪明呢？赵四说着哈哈大笑起来。王彬彬握紧拳头，气得头顶冒烟。你先歇着吧，我出去找行李箱了。赵四往山洞深处走，一会儿就带出来了霸王龙头骨。这霸王龙头骨还是蛮重的，即便我力量得到强化，依然觉得有点沉。我走了，小心一点。赵四点点头，毫不迟疑，直接冲了出去。从山洞中出去的瞬间，一颗颗拳头大小的冰雹就砸在了霸王龙头骨上。好在霸王龙头骨的防御力高，不然我脑子都得被砸出来。赵四见头骨完全能抵挡冰雹，松了一口气，就朝着行李箱的方向奔跑过去。4个行李箱倒是都还在，但是有2个被冰雹砸烂了，装在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赵四还要顶着霸王龙头骨，也不能一次性4个行李箱都拿回去，索性把用得上的2个拴在身上先带走。但跑了没几步，他突然又想到了什么，跑到一棵大树前折了不少树枝。现在吃的东西有了，但是还没有柴火，带一些树枝回去看看怎么生火，免得只能吃生肉。赵四折好树枝，才又开始往回赶。我他妈来了！赵四回到山洞，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感冒药递给王彬彬。你先把药给云姐吃了，再挑些衣服毯子给她垫着，身上也盖一些。王彬彬忙点头，拿着药到马云跟前。赵四看着带回来的湿树枝，开始犯愁。用干柴钻木取火已经很困难了，这些湿树枝要怎么点燃呢？无论如何都是要生火的，要不然凭王彬彬和马云的体质根本无法坚持下去。钻木取火的工具倒是还在，但是都已经湿透不能用了。赵四苦笑一声，本以为湿树枝是麻烦，却没想到处处都是麻烦。赵四捏着下巴沉思片刻。木棍可以用霸王龙骨架上的小碎骨头替代，底座的木片的话，我记得第一次探索山洞时用的火把没带出去，从中间劈开可以当底座。湿树枝不能立刻用来点火，但可以先烧衣服，只要把火堆升起来，湿树枝就不是问题了。赵四说干就干，准备好材料就开始尝试钻木取火。不过山洞中环境太潮湿，即便赵四有丰富的钻木取火经验，也尝试了好多次才终于成功。赵四先挑出一些细的枝条，用力甩掉上面的雨水，摘掉上面的树叶，才放到火焰上烤。再等到湿树枝被烤成干树枝，赵四才把它们扔到火堆上，燃烧起来后，原本漆黑一片的山洞有了一丝光亮。
赵四，你太厉害了，差点累死。云姐的情况稳定了吗？感冒药已经给她吃下了，但是温度还没降下去。你说是不是那些药没有用了呀？你当感冒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啊？药效发挥是需要时间的。哦，你什么时候做饭？马上。赵四其实也饿了，转头看向那头野猪。不过做好要一些时间，这头野猪还没处理。那你还等什么？赶快处理啊！算了，念在你救我的份上，这次不跟你吵了。赵四把野猪搬到山洞口处，找来一块边缘锋利的石头，稍微打磨了一下，就开始处理起来野猪。几百斤的野猪，赵四整整处理了4、5个小时。这些肉够吃很长一段时间了。至于保存，要么冷冻，要么烟熏，或者用盐腌制也可以。今天先吃这块。赵四挑出一块好肉，剩下的猪肉从山洞外扒拉了冰雹先冻上，用枝条把要吃的肉串起来，就回山洞里开始烤。不一会儿，烤肉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王冰冰闻着味儿，屁颠屁颠就跑了过来，双眼直勾勾盯着烤肉。注意点形象，你的眼泪都要从嘴角流出来了。现在我算是知道了，看着遥不可及的明星，不还是普通人。我都快要饿死了，控制体重的时候吃难吃的营养餐都没这么饿，你快点吧。既然当明星那么痛苦，有没有想过不当明星？不当明星你养我呀？王冰冰说完就有些后悔了。我靠，我就随口一说，他可别像电影里一样真的说要养我。但事实上他还是小看了赵四这个钢铁直男。我养你，你做梦呢 ？Vocal， 我就随口一说，可别真赖上我啊！你别说了，吃烤肉。赵四当即把烤好的猪肉撒了一些盐，就递给了王冰冰。我给你东西吃，总能把你的嘴巴堵上了吧？王冰冰看到面前的烤肉，肚子又不争气的叫了起来。她一把接过烤肉，大口吃了起来，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赵四松了一口气，继续烤肉。到了下午，山洞外面的雨夹冰雹还在下，堆积的冰雹越来越多。云姐的情况好点了没？赵四用瓶子接了水，隔着火加热后递给王冰冰取暖。好多了。王冰冰冻得不停哆嗦，接过瓶子连忙揣在怀里。这座岛上的天气也太奇怪了吧，前2天热得能死，接着就是无休止的雨夹冰雹，这都下了快2天了，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别看我也不清楚，反正刚刚出去捡柴的时候，乌云没有任何消散的迹象。下次出去多搞些柴火，这样就不需要一次次出去了。拿行李箱顺便带回来的湿树枝早就烧完了。赵四后面又出去捡了2次。我怎么会不知道要多搞些木柴？但外面的天气这么恶劣，能搞到就已经不错了。昏迷的马云突然剧烈咳嗽起来，赵四和王冰冰当即看了过去。小云，你没事了吧？我好多了。虽然马云这样说，但他的脸色还是很苍白，说话也很虚弱。你要不要吃点东西？不想吃东西，只是有些渴。喝这个吧，还是热的。马云被王冰冰的动作吓了一跳，但很快过低的温度就让他回过神。为什么突然这么冷了？在你昏迷这1天里，雨夹冰雹一直都没有停。马云脸上的表情呆滞了一下。那头野猪呢？被赵四赤手空拳打死了。说起来还真要感谢那头野猪，要不然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赤手空拳打死野猪？马云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赵四。以这头野猪的巨大程度，就算10个人都不可能赤手空拳打死啊。王冰冰用力点头，接着把自己如何控制野猪到赵四打死野猪一五一十说了出来。马云听完眉头紧紧皱了起来，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时间，马云才看向赵四开口。你是不是怀疑你身体上的变化跟这座荒岛有关系？我十分肯定我就是个普通人，但自从来到这座荒岛上，我的身体各方面都在变化。我就说嘛，上次他一下子就把椰子砸开了，当时我说他力气大，他还不当回事。你的猜测没错，确实和这座荒岛有关。准确来说，不光是你，冰冰身上也发生了变化。此言一出，赵四和王冰冰当场就惊住了，接着王冰冰又一副泄气的样子。小云，你不是在骗我吧？我没有感觉我的力量有变强啊。你俩的变化不同，赵四是身体素质不断增强，而你的变化是能够控制其他生物。王冰冰满脸问号，看表情就知道没听懂。之前那只椰子蟹应该就是你无意中发动了能力，控制住了它。但是如果我真能控制其他生物，为什么没能控制住野猪？应该是你的能力还没达到那个地步。那我的能力好弱，连野猪都控制不住。一点都不弱，只是你还没开发出来。难道你想像赵四一样跟野猪摔跤吗？王冰冰闻言一怔。Vocal，你快别说了，虽然我确实羡慕赵四的能力，但光是想想那场面我就恶心的汗流浃背。云姐，你测出来这座岛在什么位置了吗？为什么会赋予我们这样奇特的能力？马云没有立刻回答，看了一眼王冰冰。我累了，测出来了再说吧。小云，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不想告诉我们？行了，赵四赶忙制止王冰冰。云姐的感冒还没好，现在很虚弱，你先让她休息，病好了会告诉你的。你就不好奇我们在什么地方吗？我们能在哪里？当然是在地球上了，难不成还能离开地球？你无理取闹，你无法无天，你无家可归，你无事生非，你无人喜欢。这个不是成语，要你管。这2个小学生居然开始比拼成语。
在王冰冰的不停耍赖下，赵四惜败。因为天太冷，王冰冰早早就去睡觉了，首夜的工作就交给了赵四。马云小心翼翼起身到赵四旁边坐下。冷吗？还行。云姐，你怎么还不休息？在想一些事情。是不是今天隐瞒王冰冰的事？不是我想隐瞒冰冰，实在是这件事有些匪夷所思，说出来我担心她受不了。咱们沦落荒岛这么多天，她的心理素质增强了很多，面对野猪她都不怵，还能有什么事情是她承受不住的？赵四，你相信穿越吗？实话实说，我不相信。但他说完仿佛明白过来马云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穿越了？有证据吗？你之前说的这座荒岛上没有生活垃圾，还有你找到的新鲜霸王龙骨架，岛上的天气也十分极端，地球上的天气都有迹可循。最后就是你和冰冰的超能力，这一切都只能说明一件事，我们已经不在原来的地球上了。赵四越听心里越震撼，嘴上没说，但内心已经有些相信了。云姐，你觉得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从生态上看，我们应该还在地球上，只是可能不是原来的时间线了。我们穿越到了古代，是比古代更加远古的时期。你有没有听说过根达亚文明？根达亚文明是玛雅人传说中出现的文明，出现在第一太阳纪，而这个文明的另外一个称呼叫做超能力文明。超能力？难不成我们真的穿越到根达亚文明时期了？对根达亚文明，你还有更多的了解吗？不多，根达亚文明距离我们生存的年代有上百万年，存不存在都是一回事。其实，如果说我们是穿越到了根达亚文明时期，时间线好像也不对。即使在这个时期，霸王龙也灭亡了6000多万年，骨架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新鲜，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我们穿越到了一个跟地球相似的平行世界，这里的生态跟地球大致相同，却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赵四闻言没有说话，眉头皱得更厉害了。无论是哪种可能，我们都已经不在原来的时空了，我们还能回去吗？不知道。我明白了。赵四没有再说什么，有些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我知道你内心很难接受这件事，但我们必须振作起来。还有，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是希望你以后能帮忙隐瞒着冰冰。赵四看向睡着的王冰冰，点了点头。在原本的世界，我和马云只是普通人，穿越了勉强还能接受。但是王冰冰是顶流明星，好不容易打拼的事业没了，再加上心理承受能力本来就不怎么样，真有可能会崩溃。雨夹冰雹还在下，就没办法出去活动。赵四开始打磨霸王龙骨头，打算制作一把武器。随着骨头不断被摩擦，磨骨头的石头上出现了白里带着微红的骨头粉末。这真是块奇怪的骨头，新鲜的像刚刚死去，硬度还很高，感觉跟铁差不多。用了2块磨刀石，还没完全成型，至少还要2块。赵四，你快出来！赵四听到声音，提着骨刀就冲了过去。看到在洞口呼吸新鲜空气的王冰冰，指着山洞外满脸兴奋。怎么了？乌云散开了，雨和冰雹停了。赵四又往外走了一点，看向天空，果然正如王冰冰说的那样，不再阴沉。但他俩还没来得及高兴太长时间，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几十公里外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飓风，飓风当中都是黑色乌云，很多蛇一般的雷电不断在飓风中闪烁。王冰冰把马云拉了出来。小云，你快看看，这是什么情况？被震撼住的马云愣了好一会儿，接着装作不在意。这不就是很普通的飓风吗？有什么好奇怪的？普通的飓风？赵四眉梢一挑，不由看向马云。就算说瞎话，也至少打个草稿吧。这样的谎话，王冰冰怎么可能相信？然而，赵四还是高估了王冰冰。刚刚可把我吓死了，还以为是末日了呢。飓风危不危险？咱们能出去活动吗？咱们应该处在中心位置，相比较飓风其他范围，咱们还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天晴了，我们不能闲着了。云姐还是负责制盐，我们需要更多的盐来保存猪肉。赵四又看向王冰冰，你负责收集冰雹，把这些冰雹搬到山洞储存起来。不会化吗？我再一次探索山洞，还是没有走到尽头，但是越往里走温度就越低，甚至有些地方接近于0度。把冰雹放到这样的温度下，就算融化速度也会很慢，完全可以当冰窖使用。那好吧。赵四安排好王冰冰和马云后离开了山洞，先去原来的营地，顺路找到剩下的行李箱，然后抓些鱼回来，再看看有没有野菜。此时的营地已经面目全非，留下的行李散落一地。幸好东西没有少太多，椰子居然也还在。就在赵四想去捡一个椰子核的时候，突然听到了类似剪刀的声音，他当即停住了脚步，循声看过去。赵四看到一只椰子蟹从草丛后面走出来，朝着他挥舞着巨鳌，像是在宣示主权。你怎么跟你那个2比主人一样？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咱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吗？是之前抓到的椰子蟹，王冰冰死活不答应吃它，就给它当宠物了，搬家没带走，没想到居然还在。椰子蟹吐着泡泡挥舞巨鳌，好像在向赵四抗议。赵四居高临下看着他，听说椰子蟹的巨鳌味道不错，你说我要不要品尝一下？前一秒还挥舞着巨鳌的椰子蟹瞬间就不动了，开始唯唯诺诺后退，把一个椰子推到赵四面前。你这是听懂我的意思了？赵四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决定再试一试。反正你的鳌还会重新长出来，咱们不能浪费你的种族天赋。说着他伸出手慢慢靠近椰子蟹，椰子蟹下的几条腿不停摆动，
但还是逃不过赵四快速伸出的手。椰子蟹挥舞巨鳌，就要朝着赵四的手指夹过去。你要是敢夹我，我就把你整个都吃了。赵四开口的同时，已经做好了松手的准备。毕竟我身体强度再高，也顶不住椰子蟹这一夹。但椰子蟹的动作再次停止，慢慢收回了自己的巨鳌。真是神奇，难道是因为王冰冰？原本我只当王冰冰的能力是奴役野兽，没想到还能让被奴役的生物听懂她会的语言。看来王冰冰的超能力要比看上去厉害。那么我的超能力呢？真的只是强化身体素质吗？强化身体素质这个能力看似厉害，但是上限不高。但王冰冰的能力往小了说，可以奴役蚊子、蟑螂偷取情报或者传染病毒；往大了说，可以控制老虎、鲨鱼，组建一支动物军队。想到这，赵四不由把目光投向椰子蟹，看着吐泡泡的椰子蟹愣了愣。能力是个好能力，可惜就是王冰冰二逼了点。要不是云姐提醒，估计她都不知道自己获得了超能力。赵四没纠结多久，就开始收拾，把还能用的东西都装起来，才带着椰子蟹离开。先去森林挖一些爆浆虫，得在捕鱼工具里补充一点当饵料。森林里也有不少的树枝被冰雹砸断，但几乎没有一棵树倒下，就好像只是经历了一场稍大点的暴雨一样。很快赵四就找到了一棵枯树，掏出骨刀就开始劈砍。你也别闲着，帮我挖爆浆虫，不然吃了你。椰子蟹很不情愿地伸出巨鳌，轻而易举夹开了坚硬的树壳，一人一蟹很快就抓到几十条爆浆虫。饵料用不了这么多，剩下的用油炸一下，再撒上一点盐，绝对是美味。赵四收拾了一下就去了海边。捕鱼工具在海水里，所以没有被冰雹破坏。哇，居然有12条，要是再大一点应该能抓更多。上次答应教王冰冰编捕鱼工具，今天回去就教她，让她多做几个出来。赵四回到山洞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他走进山洞，就看到王冰冰和马云正在火堆前烤肉，但是那烤肉有一面都黑了，另一面却还冒着血丝。肉不是这样烤的。赵四走上前，确定那块烤肉实在不能吃了后，就随手扔了出去。我来吧。赵四说着，打算先去清理带回来的鱼，但刚走出几步又停了下来，看向王冰冰。今天我回之前营地找到了你的椰子蟹，给你带回来了。说完，赵四打开包袱，把椰子蟹拿了出来。谢老板，过来。谢老板，你真是个起名字的人才。椰子蟹刚出来还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怒了赵四，但他听到王冰冰的呼唤，激动的迈着小短腿就跑了过去。眼见有主人在了，椰子蟹狂了起来，两个巨鳌朝着赵四不停挥舞。赵四，谢老板说他要跟你单挑。赵四闻言看向椰子蟹，我一直听说椰子蟹很美味，现在终于有机会品尝了。椰子蟹这次竟然不怕了，挥舞着巨鳌嘴里不断吐着泡泡。赵四感觉自己被椰子蟹挑衅了。行，我成全你，你松开他，我和他单挑。王冰冰见蟹老板气势如此高涨，心想自己身为主人也不能怂，当即松开了手。原本挥舞着巨鳌的椰子蟹，在王冰冰松手的瞬间停了下来，看了一眼赵四就转过身，夹着王冰冰的手放在自己身上。椰子蟹的气势瞬间又回来了，又开始朝赵四挥舞巨鳌吐泡泡。赵四见状哭笑不得，没想到狗仗人势还能从一只椰子蟹身上看到。这时王冰冰也明白过来，抱住了椰子蟹。谢老板，咱们是文明的人和蟹，不跟他这个粗鲁的人一般见识。赵四无语的看着两个二逼，出去清理好鱼，才回到山洞，把准备好的食材都拿了出来。串好看起来还真有些像烧烤。你怎么又抓爆浆虫了？这油炸了过后简直是美味。油炸？我们哪里有油？我们当然有油。赵四笑着跑进山洞深处，提着一块肥肉回来。相比圈养的猪，野猪身上的脂肪不多，之前一直没舍得拿出来用。你打算炼猪油？没错，吃猪油很容易胖的，我才不吃这东西。我也没逼你吃啊。赵四说完不再搭理王冰冰，拿出顺路带回来的石板放在火堆上开始烧。这块石板中间往下凹，勉强可以当成一个锅。等石板烧干，赵四用骨刀割下一块肥肉放了上去。肥肉刚触碰到石板就开始滋滋冒油，滚烫的石板上猪油越来越多，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坚决表示不会吃的王冰冰也忍不住吸了吸鼻子，吞咽着口水。猪油被提炼出来，肥肉也开始不断收缩变小，最后变成又黑又小的油渣。赵四拿出树枝做成的筷子夹住油渣，再撒上一点点盐，吹了2口气往嘴里塞，油渣酥脆的被嚼出脆响。赵四吃完后露出满足的表情。云姐，你也尝尝。马云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把筷子接了过去，夹了一块油渣吹凉后吃进嘴里。云姐，味道怎么样？还不错。王冰冰听着两人的对话，眼睛直勾勾盯着油渣。我还没吃过油渣呢，但是真的好香啊！早知道我刚刚就不说不吃了。时刻关注王冰冰的马云自然觉察到了，夹起一块油渣递到了他面前。油渣一次不能吃太多，这还剩下一点，你就帮我们吃了吧，是不是赵四？油渣不能吃太多。赵四眉梢一挑，自然明白马云的用意，不情愿的开口。是，云姐说的没错，求你帮我们吃了。其实我是不想吃的，不过看在你们求我的份上，我就好心帮你们一把。说完，他直接捏住油渣，快速塞进嘴巴里。王冰冰咀嚼着油渣，脸上不自觉露出了笑容。赵四不想搭理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王冰冰，拿出串好的爆浆虫放进石板上的热油里。爆浆虫刚刚放上去，热油就像炸开了一样，溅射出去的油花把王冰冰和马云吓得不停往后移。赵四用筷子扒拉着爆浆虫，防止受热不均。
10多秒爆浆虫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赵四往炸好的爆浆虫上撒了盐，就直接开吃。酸溜溜，甜滋滋，哎呀，这个味儿绝了！你们吃不吃？赵四一边吃着一边又油炸了一串。谢谢，我不用。我也不用，这东西一看就不好吃。王冰冰嘴上拒绝，目光却时不时看向石锅里的爆浆虫。马云见状，清楚王冰冰又嘴馋了，给我一串吧。赵四自然明白马云不是自己要吃的，但还是炸好递了过去。只准吃一串。我没说吃，王冰冰还在嘴硬，只是刚开口，马云就把爆浆虫串放在了他手上。我还能不清楚你？现在又没外人。王冰冰讪讪一笑，开始吃起爆浆虫。赵四看着王冰冰满足的表情，十分肯定。这女人一点都不排斥爆浆虫了，要不找个机会让她生吃一个？赵四不由想起贝爷生吃爆浆虫的画面，可惜没有手机，要不然拍下来王冰冰吃的样子，绝对能在热搜上爆了。这顿饭一直吃到深夜，赵四把剩下的鱼放到冰窖里，看着打哈欠的王冰冰和马云开口：洞口我用树枝和石头堵住了，今晚你们安心休息就可以了。赵四拿了一些保暖用的衣服毯子，到洞口也生了一个火堆。虽然洞口已经被堵住，但以防万一，我还是睡在洞口，外面有什么动静也能第一时间发现。不知不觉中，山洞内的3人都进入了梦乡。而在3人熟睡没多久，黑夜中有一道身影悄然出现在山洞外。这道身影在洞口不停嗅着，然后从地上捡起来一样东西啃咬起来，但只咬了2口又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下就消失在黑夜中。赵四早早起来搬开了挡在洞口的树枝和石头，走到洞外东看看西瞧瞧。赵四，怎么了？马云见赵四举止异常，走上前问道：昨天晚上我听到山洞外有动静，想检查一下是什么动物制造出来的，但没有发现任何动物的脚印。会不会是你这些天神经绷得太紧，出现了幻听？我和冰冰昨晚什么声音都没听到。不可能，昨天晚上我把你们烤坏了的猪肉扔出了山洞，但我刚刚检查了好几遍，发现那块烤肉不见了，所以一定有未知生物来过。你认为会是什么动物？从看到的脚印感觉更像是人类。人类？这座岛上怎么可能还有其他人类？会不会是你看错了？有没有可能是人类生物的脚印？绝对不可能！人类的脚印跟人类有很大不同，我敢保证这是人类的脚印。能确定对方是这个世界的人，还是跟我们一起坐飞机的旅客吗？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土著，如果跟我们一样，大概率就不会躲着我们了。而且他没穿鞋，生活在城市的人不穿鞋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走在森林和山路上，只有从小不穿鞋才能无惧森林和山路，因此对方大概率不是一起坐飞机的旅客。按照你的推断，我们如果处于根达亚文明时期，这个时间出现人类了吗？最古老的南方猿人距今有几百万年的历史，比根达亚文明还要古老，所以根达亚文明时期应该出现人类了。一种智慧生物会允许另外一种智慧生物出现吗？可能这个时期的人类智商不高吧。也只有这种解释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对方躲在暗处，我们只能被动防守，所以我想给山洞安装一扇门，用木头做一扇厚重到野猪都无法破坏的门，到时候就算对方有歹意，这扇门也能有一定保护作用。这是个好主意。赵四每天都要出去寻找食物，稍微遇到点危险都不是我和冰冰能应付的。赵四到森林后选了比胳膊粗一点的树木，用这么粗的木头造门，工作量不大，造出来的门还很结实。选好树，赵四就掏出骨刀，狠狠往上砍，接着检查骨刀的情况。没有损坏，连豁口都没有。这骨刀比某个不能拍算的菜刀好用太多了，用那把菜刀砍树，树都会以为菜刀在碰瓷。赵四砍完一棵树，再次检查骨刀，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豁口，甚至锋利程度上都没太大变化。到中午，赵四已经砍了10多棵胳膊粗的树，他把这些树捆起来扛着往回走。赵四刚回到山洞，就看到王冰冰一直在哭，马云在一旁安慰，连忙扔下木头走上前。怎么了？临近中午的时候，我跟冰冰在做饭，突然有一个野人闯入了山洞。野人在哪儿呢？他哭这么伤心，是不是野人把他怎么样了？这倒不是，那个野人抢走了我们的鱼，只是……马云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来。只是什么？冰冰想把鱼抢回来的时候，那个野人朝冰冰撩裙子。赵四闻言一怔，看向王冰冰。那应该也是你把他看光了，你又没什么损失，有什么好哭的？你就当看了一场裸奔秀，如果有手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一定有很多人点赞。原本正在哭泣的王冰冰听到赵四的一番言论后破涕为笑。对啊，吃亏的是他不是我，我为什么要哭？赵四看到王冰冰心情变好，转头看向马云。云姐，能不能给我说下那个野人的情况？那个野人大概17、18岁的样子，脏兮兮的，很瘦，速度很快，黄种人。他应该太饿了，才会在我和冰冰做饭的时候闯进来，抢了我们的食物后就离开了。中间好像叫了2声，但根本听不懂。赵四捏着下巴思考良久。从年纪来看，荒岛上不可能只有他一个野人，他应该有父母，所以至少有3个野人。不过，我更偏向于荒岛上有一个野人族群。一座荒岛上的资源足够一个族群生存吗？这要看荒岛多大了。我们来到这座荒岛还没多久，只来得及探索很小的范围。我们现在根本不清楚这座岛究竟有多大。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只有3个人，这座岛上如果真有一窝野人，要是他们抓住我们，会不会把我们吃了？
饥饿极了肯定会吃，野人可没有道德观念，他们任何的行为都是为了活着，就算吃人也不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王冰冰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冰冰，赵四逗你玩呢，野人不会轻易吃人的。再者说，这座荒岛上的资源目前看来十分丰富，野人有吃的东西就不会选择吃人的。真的？真的。赵四，你实话实说，我有没有骗人？没骗人。算了，王冰冰哪能算人？其实你也别太害怕，刚刚那些只是我的推论，荒岛上究竟有多少野人我也不清楚。不过这个野人已经出现2次了，不出意外他应该还会出现。我想放长线钓大鱼。你是想利用这个野人搞清楚岛上野人族群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躲避才是，但赵四在搞清楚野人的数量前，应该是不会选择躲避的。没错，我打算抓住他。深夜，山洞里飘出来了诱人的烤肉香味，风一吹，香味就朝着四周不断扩散。就在距离山洞不远的一棵大树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干瘦男孩正蹲在上面，眼睛直勾勾盯着山洞，不停地咽口水，肚子更是叫个不停。那个雄性不在就好了，如果像中午一样进去抢，多半会被他直接抓住，这可不行。但野人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捕食者，在树干上一动不动，死死盯着洞口。就在这时，一块烤肉从山洞里被扔了出来，而后山洞中逐渐没了声音，山洞口也像昨晚一样被遮挡了起来。他们要睡了，但野人还是没有行动，依然在树上等待着。阿父说，一个成功的捕食者最重要的是沉住气。又过了好一会儿，野人感觉时间差不多了，手脚并用从大树上下来，悄无声息靠近山洞。为什么今晚看着这个山洞总感觉很危险？要不还是回去吧。但当野人的目光落在那块烤肉上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忍住向山洞靠近。野人走得十分小心，每走一步都会环顾一下四周，并不算远的一段距离他用了很久才走完，接着快速把那块烤肉捡了起来。他根本不介意烤肉上的泥土，直接一口咬下去，顷刻间双手和嘴巴上都是油。只是他吃下一口后就停了下来，愣在原地，不知道在想什么。怎么不吃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野人被吓得叼着肉快速跳开，一副随时进攻的状态。是那个雄性，他不是应该在睡觉吗？你不要害怕，我不是坏人，我们能谈谈吗？赵四举起双手，尽可能让自己显得没有任何威胁，但他脚下也缓慢向前挪动，以很慢的速度靠近野人。等距离足够近的时候再快速出击，瞬间抓住这个野人。但野人的警觉性很高，根本不给赵四靠近他的机会。赵四只好停下脚步，也警惕地看向野人。就在赵四以为野人要攻击他时，野人猛然转身，以极快的速度跑回了森林。Vocal 被骗了。赵四在原地愣了一下。Vocal 居然是我吓唬野猪那一招，我堂堂一个文明人，竟然被野人耍了。赵四反应过来，开始脚下用力，身体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追了过去。黑夜中，两道身影在森林中快速穿梭，但赵四越追越心惊。在这个野人面前，我强化后的身体竟然没有太大的优势，他灵活的我感觉像在追一只猴子。既然如此，我就跟你比耐力，我就不信你耐力能跟我比。然而10分钟后，赵四双腿岔开，坐在了一棵树下。这个野人耐力也太变态了吧，根本追不上，只能先回去了。赵四看了看野人逃走的方向，不甘心的往回走。如果王冰冰问起来，就给他讲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告诉他野人不是逃走的，而是被我放走的。反正就他那智商一定反应不过来，不然让他知道野人不好对付，肯定又要开始担心被野人抓去吃了。而这边野人嘴里叼着烤肉，在森林疯狂奔逃，10多分钟的奔跑也让他达到了极限。他停在一棵大树上，把烤肉从嘴巴里拿下，大口喘着气。野人对着烤肉不停咽口水，却忍住没吃，而是咧嘴笑了起来。休息了一会儿，野人继续在森林中穿梭，几乎横穿了半个森林，才来到之前赵四找到的那个湖泊旁，最后停在了一棵巨树前。这棵巨树高几十米，树干直径也有3、4米。野人先是警惕看向四周，确定没有危险后才向上攀爬，大概爬到5层楼的高度才停下来。这个位置树冠枝叶茂密，还有一个类似啄木鸟巢穴，却要大上很多的树洞。野人从树洞钻进去，一路向下来到树洞底部。这里躺着一个更年长的男性野人，年长野人气息微弱，全身上下有多处伤痕，都是一个个小拇指大小的圆形血窟窿。奇怪的是，这些伤口没有流血。阿父，野人用他们的语言唤着年长的野人。躺着的人听到呼喊，缓缓睁开了眼睛，用手抚摸了下野人的脑袋。阿父，我又找到了肉，把这块肉吃了，你会更快的好起来。你又去那个山洞了吗？我还没有完全掌握捕猎，找不到肉，只能去抢他们的。阿父，你快吃，吃了会好得快一点。我不让你去是担心你被抓住，你不是说那里有个危险的雄性吗？刚刚我被那个雄性发现了，他追赶了我很长时间，他的速度很快，但不够灵活，被我逃了。当然，他的速度跟阿父比还差了不少。以后就算找不到肉，也不准你再去那个山洞，你找些果子和虫子回来就可以了。阿父，你吃肉恢复得快，吃果子和虫子恢复得慢。你连阿父的话都不听了吗？是阿父，为了阿父能更快恢复，一定要搞到肉，不管什么方式什么代价。阿父，吃肉。年长的野人这才接过那块烤肉吃起来。
鱼，看好了！年长的野人用力攥紧拳头，全身上下的肌肉瞬间绷紧，他身上的一个血窟窿突然开始往外流血，里面有什么东西正在被一点一点挤压出来。等到那东西被完全挤压出来，年长野人身上的窟窿流血量骤然增加，他立马收紧伤口周围的肌肉，让伤口不再流血。年长野人做完这一切，整个人累得不轻，全身上下都是汗水，大口喘着气。等到身体情况好转，年长野人把挤出来的东西捡了起来，眼中尽是冰冷。此时此刻，要是山洞的3个人中的任何一人在此看到野人手中的东西，都会震惊，因为那是一枚子弹。此时山洞内，王冰冰听赵四讲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眉头紧皱，没有说话，好像是在思考。好一会儿才猛然回神醒悟过来。赵四，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在效仿诸葛亮？这么简单的东西，你竟然思考这么长时间，我差点以为故事白讲了。没错，我是故意放走那个野人的。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王冰冰刚问完，还不等赵四开口，又悟过来一般。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担心我们3个不是野人族群的对手，所以打算用七擒孟获的方法向野人族群传达友好的信息，以后就算我们被抓，他们也有可能不吃我们。Coco， 这理由比我找的好多了。王冰冰，没想到你最近越来越聪明了，连我这么复杂的想法你都能理解了。那是，其实我是很聪明的，只是平时不喜欢动脑子，要不然凭我的聪明，轻轻松松就能考上北大清华。对。赵四又一番商业吹捧王冰冰，一直被欺负的大明星很受用的睡觉去了。等到王冰冰睡下，马云走到火堆旁坐下，没有开口说话。好吧，果然这个借口能骗过王冰冰那个傻蛋，但是肯定瞒不过云姐。我说谎了，那个野人并不是我主动放走的，而是我压根没有抓住他。那个野人很难抓吗？何止是难抓，他就像一只猴子，而且还耐力惊人。你敢想象他速度只比我差一点，我全力追赶了他10分钟，愣是没抓到他。的确不敢想，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赵四的极限速度，但应该是现在把他送回去参加奥运会能包揽赛跑项目所有金牌的程度，而这样的速度都没抓到那个野人。想要抓住这个野人，看来只能布置陷阱了。我建议不要。为什么？之前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和冰冰能获得超能力，那么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类自然也能获得超能力，那个野人就是现身说法。想一下，光他一个野人都这么厉害，如果我们把他抓住，会不会惹怒野人族群？而我们显然不是野人族群的对手，连这一个野人我们都束手无策，要是整个野人族群，我们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那现在怎么办？刚刚冰冰的一席话提醒了我，我们可以跟小野人交好，不去得罪野人族群。我担心野人没那么好相处，跟那些自诩文明的人相比，野人反而更好相处，他们至少不会费尽心思去害你。你知道感恩节的来历吗？这是美国人的节日，好像跟印第安人有关。曾经有一群在英国国内受迫害的清教徒，他们不满国内的宗教改革，于是就坐船穿过大西洋前往美洲。当时是冬天，清教徒又冷又饿，于是当地的印第安人送来了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为了感恩印第安人，也就有了感恩节。如果故事只到这里，这会是一个跨越种族相互扶持的感人故事。但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后来为了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这些人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甚至还明码标价买卖印第安人的头皮。云姐的意思是，野人并不可怕，而那些披着文明外表，内心住着恶魔的人才是最应该小心的。接下来的3天，赵四听了马云的话，没有再去管野人。他每天3点一线，早上和下午去森林里砍树，中午回来吃饭，傍晚去海边收捕鱼工具抓到的鱼。在第3天的傍晚，他终于给山洞安装上了一扇门。夜晚，3个人在山洞里一边烤鱼一边聊天。赵四，你上次放走野人的时候是不是太凶了？这都3天了，他一次都没出现过。出现过，只是你没发现吧？野人这几天都是躲在森林里观察，要不是无意间发现，我还真以为他不来了。他应该还没放弃从我们这里获取食物。那要不要多烤几条鱼？他已经3天没从我们这里抢到食物，一定饿坏了。随便你，不过要是他没有来，你烤的鱼要自己吃完，不能浪费食物。小气鬼，知道了。而此时，野人宇把自己藏在森林中的一棵大树上，他很自信自己的伪装不会被发现。经过我3天的观察，这个雄性不经常在山洞，只要等雄性离开了，我就可以轻易从2个雌性手上抢到食物。于此刻自认为摸清了赵四一行人的一举一动，所以对接下来的行动很有信心。这是阿父教给我的捕猎方式，阿父可是部落里最强的猎手，从来不会出错。赵四听到了树林中传来熟悉的极其细微的响声，终于忍不住了。赵四把烤好的3条鱼放在一块干净的石板上。你干什么？嘘，野人出现了，我去把烤鱼送给他。赵四走到山洞外，把石板放在地上就回了山洞。而自信满满的雨看到赵四把装着鱼的石板放在地上，还朝着他的方向微微一笑时，鱼感觉全身冰寒。这个雄性看破了我的伪装，他怎么做到的？于此刻第一想法就是转身逃离此处，但是想起被放在石板上的3条烤鱼。那个雄性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把鱼放在外面？是要把鱼给我吃吗？
还是说这3条鱼是他故意引诱我的？一旦我出去，他就立马抓住我。按阿父的教导，这种情况下我应该逃走，但阿父需要食物灵山。禹纠结一番后，还是决定要拿走这3条鱼。他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去，抓起3条烤鱼，又快速回来，全力朝着回去的方向奔逃。刚刚看到禹从森林里钻出来，王冰冰激动地唤赵四：“赵四，那个野人又出现了。”我知道。那你快去抓他呀！你不是要学诸葛亮七擒孟获吗？我已经第2次擒住他了。你都没有动，哪里第2次擒住他了？我问你，凭我的速度，我追他能不能跑掉？跑不掉。那不就得了？既然我出动就能抓住他，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我看到他了，就相当于抓住他了？王冰冰一阵沉默。好像是这么个道理，但你没有亲手把他抓住啊。我这是为了节约时间，你也看到了，自从上次抓住他，他3天都不敢靠近。如果这次再抓住他，他恐怕以后都不会靠近了。我还怎么抓他7次？好像也没错。冰冰，你的烤鱼好了。马云见王冰冰被赵四的话绕住了，递过去一条烤好的烤鱼，强行结束这个话题。往回跑的禹发现赵四并没有追上来，甚至都没有走出山洞。怎么没追上来？难道这3条烤鱼真的是那个雄性送给我吃的？禹看着手上的烤鱼，肚子叫了起来。有3条鱼，阿父吃2条，我可以吃1条。禹从3条鱼中选了最小的1条，美滋滋的吃了起来。同样是鱼，为什么山洞里这3个人做的要比部落里做的好吃那么多？接下来的几天，只要赵四感受到禹出现，就会把做的食物分一部分用石板装着放到山洞外面。野人见没有危险，警惕心渐渐就没那么强了，但还是每次都会等赵四回到山洞中后才出来。今晚赵四做了烤猪肉，见野人一直都没吃胖，这次他切了很大一块送到了山洞外。他们3个好像对我没什么恶意，靠这个雄性提供的食物，阿父的伤势已经快痊愈了。等阿父恢复，我就来感谢他们。我以后可是要成为部落战士的，吃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回报。出来吧，烤肉给你放在这里，我回去了。赵四刚要转过身回山洞，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接着野人竟然走出了森林。赵四见状有些激动，这还是第1次野人在我离开前出来，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会再害怕了。但是担心吓到野人，赵四还是直接回到了山洞。禹见赵四回山洞也放下心来，拿起烤肉转身朝着树洞狂奔回去。这么大块肉，阿父吃了一定能很快痊愈。禹端着烤肉在森林里穿梭，一路留下扑鼻的香味。阿父，阿父！年长野人的脸色也比之前好了很多，身上那些血窟窿基本上已经结痂。阿父，肉，很多的肉，吃下去你就能痊愈了。还是山洞那个雄性给你的？今天我看到这么多的肉，太激动了。他还没离开就出了森林，当时我很害怕那个雄性会追赶我，但是他没有。这个雄性是个好人，我痊愈后会捕猎一只杂血元兽，到时候你拿去感谢他。是，阿父。年长野人看着禹递过来的烤肉，心疼的看了看他。这些天为了给我疗伤，禹肯定受了很多苦，估计每一天都在饿肚子。但是这也没办法，只有保证部落战士的战力，才能够保证部落其他人的安全，不至于所有人饿肚子。不用这么多肉。年长野人把烤肉撕成一大一小2块，把小的那块递给了禹，两人满足的开始吃起烤肉。年长野人获取到能量后，开始为自己疗伤，但进行到一半，他突然停了下来，眉头紧皱，脸色异常难看。阿父，怎么了？我们被黄色恶魔包围了。黄色恶魔？禹猛吸一口气，满脸惊慌。单个的黄色恶魔虽然只是森林里的普通生物，但黄色恶魔都是成群猎食。之前我可是亲眼看到一只强大的杂血元兽被一群黄色恶魔活生生吃成骨架。赶紧从树洞出去，不要被堵在树洞里。父子2人连忙从树洞里爬了出去。他们刚爬出来，身下就响起无数沙沙的声音。禹往前一看，差点吓晕。巨树的树干上已经布满了黄色的蚂蚁。阿父，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年长野人当即目光看向距离巨树10多米的另外一棵树上。我把你扔到那棵树上。阿父，你怎么办？禹看向年长野人大腿上的血窟窿。如果不是这个窟窿，这10多米的距离，阿父轻而易举就可以跳过去。阿父是战士，我有办法对付黄色恶魔。不再等禹多说，年长野人将他抓起，朝旁边那棵树用力扔了出去。禹身体不受控制下落，还好他反应速度很快，及时抓住了一根树干。他刚站稳，就看向自己阿父。阿父果然因为受伤没办法跳过来。阿父说的对付黄色恶魔的办法就是往上爬而已，如果不想办法救阿父的话，阿父肯定会死的。怎么办呢？禹突然看到远处巨大的山峰，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一道身影。这时的山洞外，赵四3人已经吃过饭，坐在山洞口吹着晚风。赵四，你会不会做沙滩椅？不会，做是会做，但是我可不想每天辛苦求生回来，还要看到王冰冰舒舒服服地躺在沙滩椅上。可惜了。王冰冰惋惜了一句，接着看向马云。小云，现在社会都这么发达了，为什么还会有野人啊？冰冰，
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发达的国家才会这么认为。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十分传统的生活方式，东非的马赛人就是，他们的部落至今都没有通电，住的房子由泥土堆砌成，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成年礼是猎杀一头狮子。马赛人也有超能力吗？他们的眼睛视力特别好，能够看到10公里范围内的猎物，夜间也能够视物。这么厉害，看来在城市生活的人还是小日子过得太舒坦，都开始退化了。我都没在城市见过超能力，我的超能力也是在荒岛上才觉醒的。果然不能高看王冰冰的智商，这几件事怎么看都没有联系。小云，等到我们被救后，能不能给岛上的野人提供一些物资？虽然这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但至少能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质量，不至于那么大的小孩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好吧，虽然这个大明星没什么常识，脑子反应迟钝还不太聪明，但他还是很有爱心的，关键时刻也靠得住。没问题，回去以后我负责。就在这时，赵四听森林里传来一阵类似树叶被风吹过的声音，当即警惕起来。但很快他就松了一口气，因为从森林里窜出来的是这几天的野人。意外的是，野人快速来到他们跟前，但嘴里却说着听不懂的野人语言。赵四看着着急的野人，满脸问号：“你又饿了？”两个人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语言，鸡同鸭讲，完全没办法沟通。赵四，这个野人什么意思啊？我连英语都不会，你认为我能听得明白野人的话？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我感觉小野人很着急，想让你跟他走。我也感受到他很着急。刚刚野人的移动方式，我还以为是一只野生动物。要不然你跟着他去看看。行，你们把门关好，等我回来。说完，赵四朝着野人点了点头，与直接转身钻进了森林。跑出去10多米，又担心赵四没有跟上，停下回头看了看，看到赵四紧跟在后面，他才放心朝着巨树的方向快速飞奔。半个小时后，赵四被带到了巨树前。我操！赵四定睛一看，被眼前的情况吓得头皮发麻。巨树的顶部有一个更年长的野人，数以万计的蚂蚁几乎将他整个身体都包裹住了，只剩下脑袋。这时，年长野人猛然发出一道怒声，胸前骤然出现一道火焰光芒，随后是高起热火覆盖住他的全身。火焰出现的瞬间，他身上那些蚂蚁纷纷被杀死掉了下来，他全身上下被蚂蚁咬得通红，甚至有几个脚趾头已经被蚂蚁吃掉了。赵四看到这一幕，已经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了。没想到野人会主动来找我，让我这么快就遇到了其他野人。这种敢围攻人类的可怕蚂蚁还是第一次见。这个年长野人的身体居然能爆发出火焰，我靠，这是碳基生物能够具备的能力吗？在赵四还震惊着的时候，野人拉住他的手，满脸着急。赵四定睛看去，刚刚那一波蚂蚁被杀死，又有更多的蚂蚁从下方爬了上去，眼看着又要把成年野人吞没了。你别着急，我帮你救他。直接上去只会给这些蚂蚁加餐，最好的办法就是范围攻击。但我觉醒的能力只是强化身体素质啊，根本不会范围攻击啊。赵四也急得来回踱步，突然他的目光看到了旁边的湖泊。那次遇到野猪就是用火把野猪吓退了，既然如此，再放一把火。至于会不会把森林烧了，一回生二回熟嘛。赵四立马找来引火物和干柴，随后拿出来了随身带的火折子。云姐排火折子，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钻木取不出火了。赵四很快点燃了干柴，朝着巨树扔了过去。树下的落叶枯枝瞬间被点燃，短短几十秒就燃烧起熊熊大火。树上的蚂蚁烧死的烧死，热死的热死，全都陨没在这场大火里。不用谢，乐于助人是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与着急的边说话边不停比划，而树顶的年长野人终于承受不住火焰的高温，开始大声喊叫起来：“你就烧吧，谁能烧得过你啊？老逼灯！忘了你爸还在树上。”而此时，那棵巨树早已无法靠近。这么大的火，我想扑灭也不可能了。那个野人从上面跳下来更不太现实。本来想帮你的，没想到帮了倒忙。雨看着越来越大的火势，大叫着就要冲上去。没用的，这么大的火我们扑不灭的。这时平静的湖泊突然掀起巨浪，铺天盖地就朝着燃烧的火焰开了过去，瞬间火就被扑灭了。赵四还处于懵逼中，湖泊又出现一道巨大无比的身影。好吧，这下我知道上次的森林大火是怎么熄灭的了。然而赵四没有一丝解密后的喜悦，这巨大的身影让他感觉全身冰寒无法动弹，眼前的生物已经超出他的认知。地球上绝对不可能出现过这样的生物。雨突然跪倒在地上，不断给巨大生物磕头。巨树上的成年野人也不顾伤势，朝着这只生物跪下磕头。但巨大生物完全无视两个野人，他蛇一般的脑袋伸到赵四面前，一双眼睛紧紧盯着赵四。这一刻，赵四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犹如身处极寒之地一般。别说逃跑了，他甚至都不敢动一下。巨大生物猛然朝着赵四吼了一声，赵四耳边犹如响起一道惊雷，脑袋被震得嗡嗡作响，耳膜被震破了一般剧痛无比。这东西的气息怎么感觉像是生气了？你他妈突然出现把老子吓个半死，我还没生气你怎么就生气了？巨大生物的脑袋距离赵四越来越近，赵四一怔，我操，他不会是要吃了我吧？ No. 就在这个时候，雨突然挡在了赵四面前。这些天的投喂真没白费，这野人关键时刻居然愿意舍身救我。但是暂且不论这巨大生物能否听得懂人话，就算听得懂，凭什么听一个野人的？只见巨大生物听完雨的话，气息竟然开始平复，慢慢向后退去。雨见状趴伏在地上，再次朝着巨大生物跪拜。
巨大生物朝着赵四叫了一声，感觉像是在威胁，而后慢慢沉入湖泊，消失不见。他离开的瞬间，赵四直接瘫软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无法回神。年长野人这时已经从巨树上下来，被雨搀扶着来到赵四跟前。刚刚那只是什么生物？就算是远古地球，也不可能有这种生物吧？这里还是地球吗？我们是穿越了时间，还是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年长野人的声音像是一个开关，让呆滞中的赵四瞬间惊醒，问出一连串的问题。我们之前的推断全是错的，这里根本不是地球，至少不是我生活过的地球。无奈的是，年长野人同样听不懂赵四的语言，看着激动的赵四露出不解的表情。算了，我们根本没办法交流。赵四发泄一番后，情绪稳定下来，看向伤势严重的年长野人。你的伤势需要处理一下，不然可能会感染。跟我回山洞吧。说完，他朝着山洞的方向走了几步，担心两个野人不明白他的意思，又回身朝着他们招了招手。两个野人没有立刻跟上，交流了一会儿，才向赵四走去。赵四，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多了个野人？刚刚小野人找我过去，就是为了救这个大野人，他应该是小野人的父亲。他这个样子是被什么猛兽袭击了吗？不是，是一群蚂蚁。蚂蚁？王冰冰闻言一怔，但他还想再问的时候，赵四已经找到萧炎，要走向大野人。吃下这个对伤势好。赵四比划了半天，但大野人就是不吃，并且做出进食的动作。我只需要吃东西，身上的伤势就能恢复。你饿了？那你先把药吃了，然后我给你做吃的。最后还是赵四妥协，让王冰冰去冰窖拿些鱼出来。王冰冰刚离开马云，就走上前来，压低声音问：刚刚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云姐，如果我告诉你我刚刚遇到了一只怪物，你相信吗？我的理智告诉我世界上不可能有怪物，但如果是你说有，我愿意相信。我真遇到了怪物。赵四咽了下口水，把自己遇到的巨大怪物描述了一番。云姐，咱们还在地球上吗？我敢保证地球上绝对没有这样的生物。我也不清楚，不过这只生物能和野人交流，智商肯定不低。赵四闻言愣住了，因为他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可惜我听不懂野人的语言，要不然我一定要搞清楚我是哪里得罪那个生物了。这个简单，只要学会野人的语言就可以了。学会野人的语言，果然是学霸吗？思维方式都和我们不一样，可是我们跟野人都无法沟通，要怎么学会野人的语言？刚刚我听了野人的对话，发现他们的发音有着不同的音符，这就说明不同的音符代表不同的意思，就跟汉语中的字和英语中的单词一样，而成体系的语言都是有逻辑的。只要等等，云姐，我文凭只到高中，目前英语只记得 What is your name? How are you? I am fine. And you? 你跟我谈自学一门语言，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好吧，我自己钻研。这时王冰冰从冰窖里拿着鱼回来了。这败家娘们，再担心鱼不够吃也没必要拿10条出来啊，还专挑大的拿，这可是我们的储备粮食，要是没食物了就把你吃了。赵四看向一旁的椰子蟹，暗暗威胁，又花了半个小时把鱼烤好拿到两个野人跟前。平时都是直接抢食物的小野人，这次竟然没有动手，而是把目光投向大野人，仿佛是在等待下达命令。大野人颤颤巍巍站起来，右手握拳放在胸口，朝着赵四微微躬身，念叨着听不懂的话。听不懂，不过应该是在感谢我。而后大野人朝着小野人点点头，小野人才敢去拿烤鱼。不过小野人还是没有先吃，而是挑选出最大的烤鱼递给大野人。大野人开始吃了，他才开始吃。看到这一幕的赵四微微蹙眉，怎么感觉小野人不像是大野人的孩子，更像是奴隶？赵四，你快看！王冰冰突然轻轻拉了下赵四，指向了大野人。只见他肚脐眼的位置突然变成了火红色，像是有一团火焰在腹部燃烧，胸口处隐隐出现一个火焰纹身，慢慢那个纹身竟然越来越亮。他能喷火，我就知道他不一般。我果然没有猜错，人生活在城市都退化了，只有生活在野外才能够觉醒超能力。赵四瞥了一眼王冰冰，懒得理会。而这时大野人身上那些伤痕随着火焰纹身越来越亮，慢慢开始结痂，甚至脚趾头都开始重新长了出来。我靠，他不光会喷火，竟然还会给自己疗伤。我的超能力虽然能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都得到强化，但还是有上限的，而且依然没有抗性，就比如高温和火焰。见识到大野人的能力，可把赵四羡慕坏了。有了足够的食物，大野人的伤势恢复得很快，只用了3天就痊愈了。这天夜里，小野人睡下后，大野人找到赵四，面色凝重地说了一堆赵四听不懂的话，最后把右拳放在胸口，一双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赵四。我听不懂啊，老哥。他要离开了，想让你帮忙照顾雨。云姐，你学会野人语言了？还没有，不过勉强入门了，明白一些发音表示的意思。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让我照看雨是什么意思？雨就是那个小野人，他需要离开，希望你能暂代照顾。他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不带走雨？赵四的语气听起来明显不满大野人的行为。小野人一看就很崇拜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却要把小野人扔下，这是一个父亲能做出来的事情吗？老逼的！我还不会这么复杂的野人语言，但是根据这3天的接触，他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很危险，带着雨不放心。好吧。
赵四心里好受了一些，对大野人点了点头。大野人面露喜色，用右拳击打胸口3次，才转身离开。这叫什么事啊？本来以为只是飞机失事，沦落荒岛，接着发现可能穿越到了100万年前的地球，还没完全接受这个推论，又遇到了那个巨大生物，现在又成了野人的奶爸。一大早，赵四就被雨慌乱的喊叫声吵醒。王冰冰和马云试图安抚雨，但一点用都没有。雨还想打开门跑出去，赵四见状，直接把雨抓住绑起来，朝他屁股来了几脚。你别瞪我，要怪就怪你那个不靠谱的爹，他回来之前你归我管。他又听不懂我的话，跟他说这么多干嘛？你们看好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他松绑。我先出去了，反正睡是睡不着了，去探索一下这座荒岛吧。暂且称其为荒岛吧。我靠！赵四一开门就被外面的场景吓了一跳。山洞口躺着一具15米左右长的蛇类生物尸体。山洞口怎么会有一条泰坦巨蟒？还是死的？王冰冰和马云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接着就被巨蟒吓得尖叫。谁这么没素质，把这么大的长虫放在人家家门口？长虫，在起名字方面，你真是从不让我失望。我也不知道，应该是那个大野人送来的谢礼。马云说完，接着小声嘀咕一句：“原来是礼物的意思，我还以为是送给儿子呢。”云姐，我听得到，送礼物哪有送一条泰坦巨蟒的？他送头野猪至少还能吃。这可比野猪珍贵多了，这应该是一只杂种，不对，应该叫杂血元兽。杂血元兽是什么东西？不清楚，我也是听野人提到，只知道很珍贵。那这个杂种可以吃吗？可以，不过好像有注意事项。什么注意事项？没听懂。知道可以吃就行了，慢慢摸索注意事项吧。这巨蟒实在是太大了，重量绝对超过2吨了。与他爹是怎么狩猎成功的？又怎么搬过来的？原本以为我俩实力差不多，现在看来他比我强的不是一星半点。直接让雨告诉我们不就可以了？行得通吗？我刚刚才打了他。应该没问题，雨很懂事的，他刚刚的状态应该只是因为发现他父亲不见了。那试一下吧。赵四回到山洞，把雨提到了巨蟒跟前，看到巨蟒雨就停止了挣扎，连珠炮似的吐出一大串话，快的马云听不懂一点。慢点儿。赵四照着雨的后脑勺来了一巴掌，雨当即目露凶光。我来吧。听不懂两人说话的赵四和王冰冰围着泰坦巨蟒欣赏起来。这么大的蟒，得想办法搬到山洞储存起来，不然以现在的天气，最多2天肉就坏了。嗨，有手机就好了，这么大的长虫发到哪个平台都绝对能爆。赵四看着看着，觉得巨蟒的脑袋有些不自然，走上前用手一摸。我靠，这野人不会是徒手击碎了巨蟒的头骨吧？这力量都可以去手撕鬼子了。看看有没有其他致命伤。赵四惊的围着巨蟒检查，伤口倒是没找到，但在7寸的位置看到了一个发着光的部位。赵四立马拿出骨刀划开了蟒皮，在里面找到一枚发着光的指甲盖大小的圆球状石头。这质地也不太像石头，像是圆润的玉石。一旁的雨看到发光石头，大声惊呼，一脸羡慕。什么意思啊？之前他们父子俩谈论元兽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单词，应该是核的意思，大概是元兽核。元兽核？元兽体内孕育的核心蕴含着元兽大部分能量。这不就是仙侠小说里妖兽的那单吗？这泰坦巨蟒难不成也要成精了？差不多的意思。这元兽核有什么用途？能不能直接吃？与他爹这么强，会不会跟元兽核有关？我是不是也能利用元兽核变得这样强大？不能吃，吃了会死。他说获得元兽核的人在尔亚的帮助下能够成为坦罗。尔亚、坦罗，我也不知道这2个具体的意思，按发音翻译过来是这样。看来与他爹就是坦罗，否则不可能这么厉害。雨的爸爸很厉害吗？那你跟他比谁更厉害？他能把我打成肉泥。实话实说，他比我厉害一点点。一点点。赵四本来就是故意的，见王冰冰听错也没解释。其实你已经很强了，不要气馁。再说咱们超能力还只是初级阶段，等时间长了你一定比他强。他在安慰我，这不正常啊，肯定有猫腻。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嘻嘻，那块发光的石头挺好看的，你能不能送给我？你果然另有所图，不过你想屁吃呢？赵四直接装作没听见，看向马云。云姐，这巨蟒既然可以吃，那咱们想办法尽可能多的把蛇肉放到冰窖储存起来吧。王冰冰见赵四不搭理自己还转移话题，顿时就不高兴了。赵四，你什么意思啊？行不行你吭个声啊？我这表达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不够。以前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想送我名贵首饰和珠宝，我一件都没收。现在我给某些人机会，某些人竟然还不知道把握。哎呦喂，学聪明了，都学会激将法了，不过没用。那些男人送你东西是想睡你，我又没这个想法，为什么要把元兽核送给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生物的天性。你没这样的想法，只能说明你有问题。天哪，我说的真好。窈窕淑女是指漂亮贤惠的女子，你最多只能算漂亮，可一点都不贤惠。为什么要我君子好逑？不过没想到你没什么文化，竟然还知道这个。看你的表情，你不会只知道这句话吧？哎，你可真讨厌。王冰冰气呼呼的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去生闷气了。赵四和马云则开始处理那条巨蟒。雨看到巨蟒尸体也明白了留下他是阿富的意思，也不再挣扎着要跑。不过看得出来他还是很不高兴。肢解巨蟒不仅耗费体力，过程也恶心复杂。处理完已经天黑了，巨蟒差不多拆出来2000斤蛇肉。剩下这些不要的东西明天再打扫吧，先吃饭。看到冰冰了吗？他还没回来吗？
这只顾着忙了，没注意。